为了改变红楼中贾府被抄家的悲惨结局，我穿越成贾宝玉的弟弟贾环，还觉醒了抓捕罪犯就能不断变强的金手指。本以为凭借着贾府少爷的身份，花钱买个能抓犯人的小官十分轻松，却发现原主是个人见人厌的纨绔子弟，不仅得不到贾父贾母的宠爱，就连自己的贴身丫鬟都不把他当人看，因此贾府根本没人愿意借钱给我。哼，老子不想看别人脸色过日子，老子要搞事业。为此，我把目光放在最有可能帮助我的人身上，他就是红楼中唯一一个替原主说话的人——贾环的嫂子王熙凤。见过嫂子。哟，你这粗鄙没品的东西，还学别人文绉绉起来，看样子货不小。快说，找嫂子借钱。借多少？800。亏你还是个爷们，800钱就难住了，真正的出口。平儿，给他1两银子。话落偏房走出一个俏丽动人的丫鬟，手拿一吊钱。然而我的下句话却让王熙凤脸色大变。不是800钱，是800两。什么？你当我开银铺的吗？求嫂嫂借我。不借。好的不学，成天在外面厮混，你这烂人，看样子赌钱上瘾了。王熙凤的拒绝让我有些着急，因为前些日子我打听到一条密文，有个锦衣卫小卒要卖官，开价800两银子。虽然价格十分昂贵，但这是我改变命运的机会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好嫂子，求你帮我这一次。我贾环在贾府人艳过闲，一些桀骜丫头都敢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，只有你会替我说话。往后发达了，我一定护嫂子一世周全，天底下谁也不敢欺负嫂子。哎呦，这话特好笑了，我用得着你这烂家伙来护我？王熙凤虽然不信我说的话，不过气也消了一大半了。实话说来，我还能考虑一下，再有半字虚言，赶紧滚出去。闻言，我将买锦衣卫官职的事说了出来，再加上我的再三保证，王熙凤才终于答应了下来。缅怀兄弟上进，我就帮你这一回。你要是诚心诓骗我，往后我就不会替你说上一句话。嫂子，雪中送炭，我贾环定不会忘。拿到银票后，我与卖官的锦衣卫完成了交易，在成功登记身份令牌后，我便穿上了锦衣卫专属的飞鱼服，并被分配给了一个叫何亮的小旗当手下。我终于也是锦衣卫了。何大人，我们要出任务了，你自便。何亮向来看不惯纨绔子弟，丢下这句话后，便大步走出官署，另外3名手下紧随其后。我也是何大人的兵。我见状连忙跟了上去，毕竟我加入锦衣卫就是为了缉捕罪犯提升实力，有机会自然不能错过。在何亮的带领下，我们4人很快就来到了目的地，一处小茶肆门口。刚一进屋，伙计便神色慌张，转身准备逃走。敢逃，盯了你3天了。何亮几个箭步追了上去，将伙计逼到墙角。快说，你是不是那个糟蹋良家妇女的采花贼？大人冤枉，小的什么都不知道。还不承认是吧？那我可要好好审问一下了。锦衣卫的审问技术，伙计早有所耳闻，他没有犹豫便说出来实情。我承认，我是采花贼。一共祸害了几个？7个。带走，押进诏狱。就在何亮的2名手下即将带走犯人时，此时我为了增加案件参与度，直接快步冲上来，抄起凳子就哐当哐当砸了下去。你这个色胆包天的采花贼！这少年记性就是大。直到将采花贼押送进诏狱后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紧接着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面板。罪孽值类似于朝堂官职，9品最低，1品最高，每个品级又细分上中下。形意拳既能强身健体，又威力不俗，细分龙虎熊猴马等等12星拳，自己一下子就练得炉火纯青。我攥紧拳头，感觉自己的力道恐怕大了10倍不止。这次抓捕我的参与度才5%，就给了这样丰厚的奖励，下次我一定要第一个冲在前面，争取多增加点参与度。恰在此时，上司何亮突然走到我跟前，而他接下来说出的话却让我激动不已。你先回官署，我等还要继续缉捕杀人犯，此人危险，你就别来拖后腿了。咱锦衣卫可没外头说的那么风光，啥脏活累活都得干。杀人犯的罪孽值肯定要比采花贼高，这样的案子我绝不能错过。效忠社稷，驱恶除害，义不容辞。身上这身皮，遇事岂能退缩？杀人犯十分危险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可别怪我事先没劝你。卑职知晓。直到夜幕降临时，我们4人来到一处土窑子外面。杀人犯正在睡觉，你们2个堵住后门，贾环随我冲进去，紧跟着我。我随着何亮来到门前，谁知刚一推门，门缝居然被设下机关，屋内瞬间响起一阵铃铛声。门口是谁？见自己被发现，何亮直接一脚踹开门。锦衣卫办案还不束手就擒？一刀下去，却被杀人犯敏捷地躲开。随后他朝着大门处狂奔，恰好与守在门口的我撞上。我没有犹豫，当即使出今天领悟的形意拳，毫不犹豫砸在了他的胸膛。他整个人瞬间直挺挺倒地，面色苍白，呼吸都断断续续。你竟然还会拳脚功夫，难怪这么勇，略懂皮毛。此时其余2人闻声赶到，当他们看到犯人胸骨都断了几根时，终于看向我的眼神从此不再轻视，因为这一拳他俩都未必扛得住。此时何亮走向他边，看向躲在被子里的姚姐。蓄意窝藏罪犯，你可知罪？大人冤枉啊！奴家不知道他是罪犯。我说你窝藏罪犯，你就是窝藏罪犯了。你们回诏狱，我要狠狠教训一下他。
闻言，我有些无语，这何大人是真饥不择食了。咱们先走，将犯人押送赵狱。这女的让大人好好教训一番。从赵狱出来后，系统也给出了这次的奖励。此时面板上的经验值已满，经验值一满就能提升内劲。此刻我只感觉一股玄之又玄的力量流淌于七经八脉，又充实各个窍穴，让我瞬间神清气爽，气血满盈。这便是习武之人常说的内力吧？有了内力，方能称得上江湖武夫。才当差第一天就获得了如此丰厚的奖励，我骑着马哼着曲就回到了贾府。然而刚一下马，就见到了我的父亲贾政。此刻他的脸色铁青。孽畜，还不扒下这身皮！闻言，我低下头轻轻作揖。父亲，老子没有你这么丢人现眼的数子。若非锦衣卫衙门往府里发平职，老子还被你这个孽畜蒙在鼓里。先斩后奏这一招倒是学得通透，赶紧过来，随老子去衙门谢职。为了改变红楼中贾府被抄家的悲惨结局，我穿越成贾宝玉的弟弟贾环，还觉醒了抓捕罪犯就能不断变强的金手指。而当我成为锦衣卫的第一天后，就成功抓捕了一名杀人犯，获得了系统提供的丰厚奖励。本以为我的人生从此平步青云，却不料父亲贾政得知后却勃然大怒。孽畜，你居然背着我去当了锦衣卫，过来，随老子去衙门谢职。这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谢职。无知蠢物！锦衣卫这么肮脏卑鄙的地方，你要回我青羽市也不是。朝堂清流名士全都厌恶锦衣卫，贾政没想到我居然赶着去当这差事，因此他十分生气。然而穿越而来的我可不在乎贾政丢不丢面子。儿子无所事事，要被你打骂；儿子专注学业，又有违嫡庶之分。儿子现在好不容易谋一份差事，你又指手画脚，你真想把儿子逼上死路不成？放肆！不孝子用什么语气跟我说话？贾政何时被贾环这样气过？正准备找个理由将我强制卸职，恰在此时，一辆马车停了过来。老爷，嚷嚷什么呢？从马车出来的是贾政的妻子王夫人，她对于我这个小妾生的孩子向来十分讨厌。然而这一次，她却一反常态地为我说话。老爷，皇儿上进加入锦衣卫，何错之有？你岂能阻拦？妇道人家，你懂什么？皇儿，你先回府，我会让老爷消气的。原来我若是加入了锦衣卫，从此便断了科举路，那就对王夫人的儿子贾宝玉没有半点威胁，所以他才破天荒地为我说话。而我自然也清楚王夫人的小算盘，并没有点破。转身回到了自己家中，刚一进屋，一个30多岁的美妇便捏着手帕冲了进来，她便是我的母亲赵姨娘。环儿，锦衣卫太危险了，娘提心吊胆，怕死了，咱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安分守己吧。我意已决，待儿子步步高升，让娘也当一回诰命夫人。赵姨娘被我的这句话哄得无比高兴，便也打消了她的念头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内又走出一个清冷女子，她是我的姐姐贾探春。探春，你瞧瞧环儿的飞鱼服，多霸气！哼。霸气？我看是无能懦弱，穿上一身皮就霸气了吗？身在贾府难身，不追求科举入仕，反倒加入龌龊阴暗的锦衣卫，你太丢人了。贾探春打小就养在王夫人那里，公师善书，心高气傲，虽是姐弟，但我俩的待遇却截然不同。别以为你看了几本破书就能站在道德高阁趾高气昂，你盼王夫人高枝冷落我们母子俩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不会因此就对你心生怨恨。但是倘若你觉得因为亲弟弟从事锦衣卫会连累贾家声誉而生气，那你现在就滚出去。你哼！探春一时语塞，她想不到向来无能愚笨的弟弟竟然敢驳斥她。贾环，你区区一个锦衣卫力士，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？我若是男生，我能高中进士，庙堂为臣。贾探春的话让我发出一阵冷笑。哼，你要是男儿身，对王夫人就是威胁，你怕是比我还惨。你总以为我们母子俩自作自受，我娘她不装疯卖傻，她能在姓王的眼皮底下养大我们姐弟。赵姨娘闻言一怔，随即别过脸去，眼眸微红。她的环儿自从大病一场后，真的开窍懂事太多了。荒谬，把自己的无能怪罪于他人。贾环，你真的让我失望透顶。你要还听我话，就立刻卸职，否则往后再不要求我。你别求我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求你？哼，你有多大能耐，我不知道吗？我要是有这个念头，还不如直接撞死。一言为定，我也懒得和他废话，径直走回了屋子，只留下气呼呼的贾探春在客房。刚进屋没多久，一个俏丽的丫鬟端来一盆热水。爷，洗脚啦！说话的是彩云，也是红楼中唯一对贾环好的丫鬟。前身赌钱输光了，还是她拿出紧巴巴的月例钱给原生买东西。对于这样的丫鬟，我自然不会亏待她。彩云，你辛苦了，改明带你去买一些胭脂首饰。呀，爷你太好了，干活干了一天，给我捶捶肩膀吧。好嘞，爷。次日清晨，我使出我的全部身家5两银子，给彩云买了些胭脂首饰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还欠王熙凤800两，必须得尽快搞钱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街道突然喧闹起来，一个浑身是血的袈裟和尚正在逃窜，凡是挡路者都被他无辜劈砍，转眼就逃进了9司药铺之间的巷子。与此同时，远处传来暴喝，隐约可见一个飞鱼服纵马追击。锦衣卫办案，通通闪开！见此情景，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抓捕的机会，当即使出刚领悟到的身法劈云纵，脚踩墙壁轻轻一跃，翻身
身上了9丝无言。凭借着身轻如燕的身法，我很快便接近了这个和尚。施主莫要多管闲事。由于未穿官服，他只以为我是一个热血无知的愣头青。若不后退，贫僧叫你身首异处。聒噪！我继续疾步而行，月下屋檐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你找死！和尚挥刀而起，这一刀劈下的力道重若百斤，却被我利用身法躲开。紧接着我便使用出行一拳连续朝他攻击，直到我将他打得倒地不起才松手。而就在这时，几位锦衣卫追至巷口，为首者身穿银白色飞鱼服，袖口织绣了一条丝线，竟是一位百户。锦衣卫力士贾环，我可不会清高到深藏功与名，当即便自报家门。我姓严，你做得很好。严百户，这秃驴到底犯了何事？变态食人魔，丧尽天良。昨夜更是潜入翰林院新科进士的宅中，残忍将其杀害并。严百户脸色铁青，不忍继续说下去了。贾环小兄弟，多亏了你及时出手，真要被秃驴逃出京师，再想缉捕归案就极为困难。而且牵扯新科进士，上司很重视此案，小兄弟的英勇之举，我一定会如实上报。铲奸除恶，分内之事。好的，小兄弟，我先带这秃驴去诏狱上刑，押走。当我再回到街道时，只见彩云急得眼眶通红，见到我安然无恙，这才停止哭泣，哒哒哒跑过来。爷，你没事吧？闻言，一旁路过的锦衣卫夸赞道：“小兄弟见义勇为，生擒以人为食的恶魔，为京师铲除一个大祸害。”爷好刚猛！回到家没多久，我脑海里再度浮现出系统面板。经验值满100才能突破，此刻还差30。大钱江湖把武夫分为入流、后天境、先天境、指玄境等境界，而我现在正处于入流武者巅峰。地煞一刀斩，刀法名字倒是霸道。哦，好刀法，就是地煞一刀斩，只能出一刀，一刀过后我的内劲都被抽干了。恰在此时，彩云跑进院子朝我禀报：“爷，锦衣卫到府里了。”迎客厅内，2位锦衣卫文职人员安静等候。卑职贾环见过2位上官。贾环，你在缉捕食人恶贼袁思和尚的过程中立下功劳，刻着生小旗，赏银5两。效忠朝廷，缉捕恶贼，职责所在。一旁的赵姨娘笑得花枝乱颤，她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，但也知道小旗是管别人的，当即便拿起文书和文银，边跑边大声叫喊道：“娘要去大观园炫耀。”对于这个充满市井气的娘亲，我有些无奈，可万万没想到她一炫耀，竟让向来心高气傲的林黛玉对我头一次产生了钦佩之情。红楼中向来心高气傲的林黛玉，竟对我这个人见人厌的纨绔产生钦佩之情，只因我穿越成贾宝玉的弟弟贾环，还觉醒了抓捕罪犯就能不断变强的金手指。而我刚加入锦衣卫的第一天，就亲自抓获了罪恶滔天的食人狂魔，这份功劳让我被破格提升为锦衣卫小旗。当我那势利的娘亲赵姨娘得知此事后，立刻拿着被提拔的文书，跑到大观园里四处炫耀。你到处瞎嚷嚷什么呢？跟荒脚鸡似的。刚进大观园，就遇上了迎面走来的王熙凤等人。凤妹子，我这不识字，你给瞧瞧这文书写的啥？赵姨娘故作好奇，将文书递给王熙凤查看。不多时，果然看见王熙凤露出惊讶的神情。这贾环当差第2天就升职了，往日没脸没皮的，看得一肚子窝囊。这洗心革面呀，我这做嫂子的都感到骄傲。环儿有本事了，往后肯定记得凤妹子的好。赵姨娘也不傻，大概猜到自己儿子买官的钱，定是去找凤妹子借的。哼，你看见谁呢？姑奶奶还需要指望小辈？与此同时，大观园中的一处庭院内，一众少男少女正在此处歇息，而荣国府万众宠爱的贾宝玉，此刻正对着娇弱的林黛玉激进讨好。林妹妹，你就搭理我吧。哼，滚远点，离我20步，跟别的妹妹玩去，看了你就生厌。这时赵姨娘恰好来到此处，贾探春看到来人后有些疑惑。姨娘，你来作甚？环儿顽劣，锦衣卫准备管教他，这不入职第2天就升官了，我这心里烦得很，哪个来劝劝我？闻言，众妹诧异，他们昨日听说我在锦衣卫当差，原以为只是谋层皮耀武扬威，没想到居然升职了。彩云，你来给大家说说这顽皮的家伙。彩云绘声绘色说起了当时的情形，描述的十分细节，让众妹听得一惊一乍。哼，笑话，不要再编故事了，你把别人的勇猛安在贾环身上，你这坏的流脓的东西。贾宝玉脸色不悦，因为这是贾环平生第1次抢了他的风头。哼，你这没胆的宝玉，睁开眼瞧瞧。赵姨娘拿出升官发来的文书，让众人仔细看了一遍，众人总算是相信了他的话。环哥真的生擒了秃驴，为民除害。那是，环儿英勇生猛，明儿个就得管人了，一下子要管6个锦衣卫力士。你瞧瞧他才17岁，不知道那些人服不服气。还不等众人回应，赵姨娘便带着彩云离开了。而贾宝玉见一旁的林妹妹满眼敬服，他表情那叫一个嫉妒，气得都快要摔玉了。很快，我当差第1天就升职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贾府。尽管大部分人依旧没当一回事，但还是有几个人上门道喜。其中一个是王熙凤的丫鬟平儿，想必是受了王熙凤的嘱托；而另一个却让我有些惊讶，居然是向来和我没有交集的薛宝钗。
黄哥，听说你单枪匹马生擒了食人秃驴，当差1天就升职了，我专门前来道谢。说着，他从香囊里取出2锭银子。黄哥，你身为小旗，自不能吝啬，也得和同僚有人情往来。拿回去，你自己的钱也不多。哼，黄哥是嫌少。薛宝钗故作气恼，拿起银锭就塞进我手里。在一番推辞中，我不小心触碰到了他柔嫩细腻的手心。黄哥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次日清晨，当我来到锦衣卫官署时，由于自己的身份已经成了小旗，跟何亮平起平坐，因此官府给我分配了4名手下。然而这群人看见我却跟没看见一般，站都没站起来。我就是你们的顶头上司贾环。诸位，这是下马威，对空降的上司不满吗？乳臭未干的小子，凭什么服你？我儿子都比你年纪大。瘦猴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叫贾环，你们的顶头上司。霎时，另外2人心神恍惚，随即毕恭毕敬地低头抱拳。参见贾大人。倒地的2人也连忙起身，对我抱拳道：“卑职见过贾大人。”唯贾大人马首是瞻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反而自顾自翻起了案件卷宗。4人见状，连忙一个个走上前介绍自己。被揍的2人分别叫瘦猴和胖虎，其余2人叫秀才和彪子。新官上任，我对衙署内外不甚熟悉。诸位若有时间，本官请你们去勾栏听取，顺便向本官详细汇报一应事务。卑职多谢贾大人。查阅完卷宗后，就在我准备带着小弟们出去执行任务时，没想到刚走出锦衣卫大门，只见一道熟悉的身影向我走来，竟是宁国府贾珍的儿子贾蓉。虽然他年纪比我大，依照辈分我却是他的小叔子。环三叔好排场啊！贾蓉满脸羡慕，要知道往日我还跟着他一起去寻欢作乐，没想到现在却人模狗样的。等你好久了，我都不敢托人进去喊你。找我何事？昨儿个那赌场输了银子不给我，气得我火冒3丈。听说叔叔管了几个锦衣卫，能否帮侄子一个忙，派手下端掉赌坊，再给那赖皮狗几个大嘴巴子？这帮人居然赖账赖到贾家头上了！哼，名震天下的天子亲军要去帮你做地痞流氓，我哪有功夫管你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？哼，叔叔，你不念旧情，不帮我找回面子，以后也别找我带你去玩了。看着他这张被酒色掏空的脸庞，我突然想到他以后要有个国色天香的老婆。你是不是再过2个月要成亲啊？听说长得国色天香。她叫秦可卿，是侄儿未过门的夫人，我都没见过呢。听他弟弟秦钟说，可卿之美倾国倾城，抱得美人归，好生羡慕。在红楼园剧情中，秦可卿嫁到宁国府没几年就香消玉殒了，而贾蓉跟个牲口没啥两样，所以我准备想办法截胡。穿越一世，有武力有野心，不为所欲为几下子，岂不是白活了？想到这里，我决定帮了贾蓉这个忙。转眼几天过去，经过这几天不眠不休的办案，我成功抓捕了13名罪犯，不过大多都是罪孽值最低的9品等阶，虽然给的功法都一般般，但我的境界已经提升到了后天境2重。然而现在积压的案子已经办完了，这可令我愁眉不展。我太想进步了。贾大人，卑职想回家歇息。大人，我也是。去吧，都回去休息吧。这几日你们跟着我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大人劳累才是。众人很累，却没有丝毫怨言，因为他们这位大人太有干劲了，看到案子都两眼放光，而且遇到事情是真上啊。另一边，案子办完的我也准备回府休息2天。然而，就在我回府的必经之路上，一处偏僻的酒楼里坐着3位和尚。多管闲事的小畜生！贫僧是要为袁思师弟报仇，待会让你像一条野狗般趴在地上，受尽万般屈辱而死。小畜生出现了，兄弟们准备出手！我明明是贾府中的最废庶子，却能将红楼中的12金钗全都收入囊中，只因我不仅加入了锦衣卫，还获得了抓犯人就能变强的系统。靠着系统给的功法，我成功击杀了罪恶滔天的食人和尚，震惊了整个京城，同时也引起了12金钗的注意。可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和尚居然有3个同伙，他们埋伏在我回去的路上，是要为兄弟报仇。小畜生来了，生食其肉！跪下！和尚本以为我会表现出惊恐之色，却不料我竟笑了起来。哼，你在笑什么？正愁没案子了，瞌睡来了送枕头，岂有不喜之理？年纪轻轻，既然是后天降2重的武夫，难怪能生擒师弟。但可惜我是后天4重。见贫僧如见青天，蝼蚁还敢反抗？大师兄的最强一击，居然就这么被轻易化解了。与此同时，远处茶楼里的薛家少爷薛蟠恰好看见了这一幕。这不是贾环吗？他怎么与这群和尚打起来了？而且还那么强？而就在薛蟠愣神的间隙，我已经摧枯拉朽般将3人击杀。我操！环哥，让灾！薛蟠目瞪口呆，他没想到号称荣国府最没出息的庶子，居然一直在隐藏自己。如果能做我的妹夫，那该多好！这个念头一出，便再也无法熄灭。
虽说妹妹宝钗是薛家嫡女，而环哥只是庶子，肯定会遭到反对，但在我心里，环哥完全配得上妹妹。他想着一旦撮合婚事，那他就是我的大舅哥，逢事遇到危险需要撑腰，我肯定会及时出手，必须说服母亲大人。另一边，我将倒下3人身上搜了一遍，发现了近30个金元宝，还有2块质地细腻的顶级翡翠。有钱了。当我刚将钱收进自己口袋里时，远处的巡武铺卫士赶了过来。我向几人说明自己锦衣卫的身份后，几人便不再追问。你们几个将尸体拖进赵狱。刚来到赵狱没多久，便有3名来自南镇抚司的锦衣卫神情严肃。贾环兄弟，天子脚下当街杀戮，这事必须刨根问底。你将所有事情经过说一遍吧。而当我将所有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后，3名锦衣卫互相对视一眼。本官去一趟暗毒库，你们2人前往案发的钟灵间。贾环，今夜你就待在赵狱。遵命。当几人离开后，我的意识进入脑海中的系统，一道提示框出现在面前。瞬间，玄之又玄的力量灌注于丹田，我成功进入后天境4重。亲力亲为，为何参与度未满？我有些疑惑，不过很快就猜到了原因。想必是没有押入赵狱再处死，就等于是少了个赵狱天牢的流程。至于降龙18掌，则属于至刚至阳的武功，威力非常恐怖。尽管只是第一式，但以我现在后天境4重的内气，也仅仅只够驱动1掌的。次日清晨，昨晚的南镇抚司官员再次前来。贾环，经查证，这些秃驴都来自江州不戒寺，在江州地带杀人放火罄竹难书，手上沾染了几百条无辜性命，甚至活埋过一个县衙主簿，而后流窜作案不知所踪，没想到逃到咱们眼皮子底下。可恶的秃驴，卑职无能，让他们死得太轻松了，本该千刀万剐。你虽立下功劳，但南司考虑到你刚刚进入衙门，不宜提拔过快，综合考量之后，决议晋升你为总旗，但待遇不变，只领4名力士，俸禄与小旗相当，你可有异议？卑职遵从有司安排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察觉到一道道充满敬意的目光。荣国府环少爷一人镇杀3个凶神恶煞的和尚，已经传遍了这条巷子。刚一进屋，只见生母赵姨娘双眼通红，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一见到我就赶紧冲了过来。环儿，娘的心肝宝贝，伤着哪里没？娘，我毫发无伤。赵姨娘对我仔细检查了一番，这才长松了一口气。娘，这些钱收着。赵姨娘打开一瞧，险些被金光闪闪给亮瞎了眼睛。1、2、3。28个金元宝，好多钱，发达了，娘拿一个就行了。赵姨娘只取了1块金元宝，把包袱递回给我。她虽然贪财吝啬，爱占小便宜，但都是为了给儿子积攒家当。收着，儿子用不着钱，往后衣裳首饰胭脂都用最好的。孝顺孩儿，那这钱娘给你保管着。随后我又来到王熙凤的住所，准备去找凤嫂子还人情。见过嫂子。哟，怀兄弟，没伤着身子吧？今儿满街都在传你大显神威，一个人能打死3个秃驴呢。侥幸罢了。王熙凤笑而不语，可内心却愈发惊奇，因为现在的我只是静静站在这儿，浑身就散发一种锐气勇猛的男人气度。嫂子，送你一样东西。我拿出先前搜刮到的2枚巴掌大的极品翡翠。这是送我的？没错，算偿还那800两银子。哼，我可不是市井小妇，这天大便宜我不占。去，快拿回去。王熙凤虽然喜欢得紧，但她深知这块翡翠的价值远超800两。嫂子能拿800两银子给我这个烂人，区一件物事算什么？我拿银子给你，从来就没图你报答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这翡翠你拿回去。嫂子向来精明果决，何曾这般扭扭捏捏？反正是抢来的东西，嫂子不收，我摔碎了便是。说着，我做事举起翡翠，就要重重砸在地上。好，我暂时替你保管，你哪是缺钱了，再来要回。那我告退了。我走得干脆，只留下王熙凤怔怔望着我的背影愣神。奶奶，这好像是你第一次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呢。哼，你这死丫头，看什么看？刚离开王熙凤这里，我就被老太太贾母叫去了正房大院。尽管同在荣国府，也是贾母之孙，但我除了逢年过节以外，是见不到这位老祖宗的。此时屋内已经聚满了人，随着我一进门，大厅瞬间就安静下来，数道目光齐刷刷地扫过来。见过祖母。好孙儿，年少英勇，铲奸除恶，给咱贾府长脸了。老祖宗，那几个秃驴凶神恶煞，坏事做尽，若没有怀兄弟，不知还要祸害多少无辜性命呢。周围的百姓无不称赞，夸咱荣国府家风纯正呢。老太太听到后十分高兴，想到我屋里就一个丫头使唤，便决定让我自己选一个丫鬟，相中了便给我送过去。闻言，我想都没想说出了一个名字，却让整个大厅瞬间寂静，更是让贾宝玉勃然大怒。哼，我要亲吻。我明明是贾府最废的庶子贾环，却敢当众向贾母索要最漂亮的丫鬟亲吻。祖母，我要亲吻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无不震惊。我不愿意。不行，老祖宗，你说好把晴雯姑娘放在我屋里头。哼，祖母，我为荣国府争了光，要是连讨要一个丫头的本事都没有，外头指不定怎么取笑我呢。贾母深知贾宝玉对晴雯的喜爱，但毕竟是他亲口向我提出随意挑选丫鬟的，便也只能答应。
前文，往后你跟着环哥儿。老太太说完这句话后，便宣布解散了这次聚会。贾宝玉在一旁苦苦哀求贾母，而晴雯则是被我带回了家中。刚一进屋，我就打量起她的容貌，不愧是12钗有妇侧之手，脸蛋标致，前后凹凸，腰身纤细。哼，看什么看？哎呦，你这死丫头，分不清主子下人是吧？让我来管教一下你。我自打入府谁的高枝都不攀，你原是被别人教训，现在拿我发泄是也不是。我心情好时给环三爷端茶倒水，心情不好也不搭理他，看不惯我就打死我算了。你，环儿，你是要了个丫头还是要了个祖宗？晴雯，她是我娘，你以后说话尊重些。彩云，你是咱家的1等丫头，她是2等丫头，往后打扫屋子、洗衣上的粗活就让她做。彩云，你就给环梳头、洗脚、捶肩，你住里头，她住外头。谁爱给别人洗脚，我乐得洗衣裳，气死我了！哼。就在气氛正尴尬起来时，贾宝玉突然满是泪痕地跑了过来。你把晴雯姑娘还给我，我以后还同你玩到西乐逛街都带着你，有好吃的送你一份。你若执意使唤晴雯姑娘，你我兄弟决裂，看到你我就厌烦，求之不得。你会后悔的。面对贾宝玉的威胁，我不仅没有放在心上，反而是去集市买了几包糕点以及2盒胭脂回来。刚一进院子，就看见晴雯拿着扫帚正忙碌着，白皙的脸蛋沁着汗珠，整个院子也被扫得一尘不染。爷，你回来了。喏，这是糕点，晴雯你也一起吃吧。呀，居然是京师最名贵的桃酥白玉双核枣泥糕，香脆软糯。太好吃了！彩云接着又将糕点喂给晴雯尝了一下，晴雯低下头细嚼慢咽，舔了舔嘴角的膏屑，一般般。还有这个胭脂，1人1盒。彩云刚一打开盒子，顿时芳香四溢。这居然是花露胭脂，1盒10两银子的那个。12两，京师近来物价疯涨。爷你太好了。而晴雯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却也是眸光闪动。要知道，这胭脂的价格就是她1年的工钱。次日清晨，当我来到锦衣卫官署时，却发现领地内除了自己的小弟外，还来了一名白白净净的胖子。老大，他是钱总旗。贾总旗果真英雄出少年啊，我真是自愧不如。只见他一副自来熟的样子，笑着掏出了一锭银子。请大家吹酒，都不要客气。贾总旗，你人手紧缺，往后需要协助办案，尽管说一声就行。我受宠若惊。送走钱总旗后，对于他的过度热情我有些疑惑，不过很快我便从手下的口中得知原因。咱们的上司王百户年过50，今年就该养老退休，于是田书房的赵总旗和钱总旗2人对空出来的百户之位势在必得。这几个月以来，两方人马竞争激烈，甚至斗械喋血。卑职推测，钱总旗是想拉拢老大呢，毕竟老大跟其潜势单力薄，构不成任何威胁。哼，原来如此。恰在此时，与钱总旗争夺百户之位的赵总旗也来到了我的地盘。贾总旗，赵总旗前来何事？后人请贾总旗分担案子。赵总旗显然了解我痴迷于办案，便拿出案件卷宗来投我所好。我接过卷宗后，他便离开。争吧争吧，争得越激烈越好，毕竟鹬蚌相争，渔翁才能获利。转眼几日过去，我再次侦破了几个案子，不过这些犯人的罪孽值都太低，所给予的武学我都用不上。于是我叫来4个小弟，这些你们拿着。这难道是武学？切记不能泄露，否则别怪我翻脸。大伙好好练。遵命。众人难掩激动和感动，这是多大的信任，才愿意将神秘武学相赠。从今往后绝对不能辜负老大。恰在此时，几日不见的钱总旗再次走了过来，而他给我带来的消息，更是令众人一片震惊。恭贺贾总旗，钱总旗请坐，有何喜事？我怎不知？京师烟雨楼刚刚送来的，恭喜你进了江湖龙虎榜。贾华年17，学武天赋卓越，精通各类武学，尤以身法出众，位列江湖龙虎榜第199名，外号小人徒。只因拒绝了贾珍的贿赂，他便恼羞成怒，向我父亲贾政告状。如今贾政召集两府所有重要人物在此，是要好好惩罚我这个不孝子。孽畜，还不跪下，跪到你贾珍祖兄原谅你为止！顶撞长辈，言语侮辱长辈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个不孝子？华兄弟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，你快说清楚。凤丫头，有你插嘴的份吗？哼，你们知道事情原委吗？就在这里审问我，贾珍族兄，要不你来说说？我事先并不知情，只是出于善意想帮扶吴员外，却不知他犯了什么事，所以想找你打听。可你呢，指着我的鼻子对我大呼小叫，力道在锦衣卫衙门耍够了威风，让我灰头土脸被别人撤销。莫非是荣国府看不起咱宁国府，借小婢羞辱我？一笔写不出2个假字，此事是孽子自作主张，为是嚣张跋扈，那还不赶快处置此子？孽畜，再不跪下！贾政话说到一半就被我打断。你还敢给吴员外求情，亲手毒死妻子，加害丫鬟，你莫以为这是他全部罪名？勾结土匪，在乡里为非作恶，我率手下剿灭山寨，牢房里关押27个女子，个个受尽非人折磨。他们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生得好看，就活该被吴老狗绑架吗？
残害吴家庄的佃农，人家辛辛苦苦给吴老狗耕种田地，不过多讨2口饭吃，吴老狗就派土匪给人给杀了。别人商铺茶叶布匹生意昌隆，吴老狗眼红嫉妒，就派土匪把别人掌柜给宰了。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吗？众人被我说的话震惊到失语，然而我却还没完。父亲，你向来自诩清高，怎么着？莫非是想黑白颠倒？正邪意味，索性是关起门来自己闹腾。这件事纵然捅到金銮殿，捅到圣上御座，我贾环也占理。我若真放了吴老狗，他日此疗事发，是不是贾家在包庇他？地位显赫的宁国府，难道要为这样一个烂人上门讨公道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广大网友绝对不同意。贾环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的那个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也都可以放爱回收回收了。闻言，贾政面色羞愧，他只听信了贾珍一面之词，全然想不到那个吴员外竟然作恶到这种地步。贾珍神色难堪至极，他只是贪图那5000两银子，事先根本不清楚吴员外的真实面目。就在众人沉默时，宁国府管家赖二突然插上一嘴：“环三爷，你这是在诡辩呢？且不说甄大爷也蒙在鼓里，今个主要是说你不尊敬族兄的态度，是你对兄长嚣张的语气。”狗奴才，你也配指责我？众人瞬间毛骨悚然，贾宝玉吓得缩在贾母后面，林黛玉也别过脸去。你们要是不服，可以去神经府衙、大理寺或者锦衣卫衙门状告我，我随时奉陪。说到我头也不回，转身走出门外，只留下还没缓过神的众人。来啊！他在我宁国府待了30年，尽忠尽责，现在就这么被废了，这事必须有个说法。环哥儿也太狠了，快，重金去请郎中救治，兴许还能救回来。那贾环怎么处置？此言一出，贾母陷入了沉默。且不说赖二再怎么受宠，也只是个下人，况且这是真要追究，传到外面去，丢脸的是整个贾家。最终，贾母叹了口气，宣布解散这次聚会。与此同时，再次见识到我的气势的薛蟠，终于是下定了决心。上次环哥一人单挑3名秃驴的壮举，我还一直记忆犹新，这次绝不能犹豫了，一定要让宝钗妹妹嫁给环哥。此刻，薛蟠来到母亲薛姨妈面前，犹豫半天，终于开口：“母亲，你瞧那环哥，真是神仙点了窍，有胆量，有魄力，气势不凡。确实是大变了个样，那赵小妾享福了。可怜我没个好儿子，只能大把银子往外撒。”闻言，薛蟠羞愧地低下头：“母亲大人，您觉得环哥和宝钗妹妹能不能凑成一对？”简直荒唐！你这孽子是吃醉酒了，整日干混账事，说混话。母亲，环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锦衣卫能有多大出息？薛家是金陵4大家族之一，是尊贵的皇商，纵然日渐式微，也不是平常富贵人家能够配得上，更别提庶出。您是没看到环哥面对绝境那种气势，那种从容不迫，那种舍我其谁的霸道，往后肯定有大作为。此事休要再提，平白污了宝钗的名声，名门贵族就没有嫡女下嫁庶子的，宝钗要嫁就嫁宝玉。那大脸丸也配得上妹妹。母亲，你就瞧着，环哥一定有大作为，到时别后悔没钓到金龟婿。见通过联姻和我搞关系行不通，薛蟠只好来登门拜访。环哥，找我何事？环哥英勇过人，特来结识，这是一点见面礼。说着，他从袖中取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金块。我不需要，拿回去吧。我愿认环哥为义兄，往后听从义兄的调遣。薛公子，你莫非身子抱恙？我为何要认你为义弟？对于薛蟠这种纨绔子弟，我本不想搭理，然而他的下句话却让我来了兴趣。环哥，听说你身边就2个使唤丫头，要不我送你几个？你这么一说，我记得你母亲房里有个丫头叫香菱。这个，我就随口一提，不行就算了。薛蟠低头沉思，要知道香菱就连他都垂涎已久，送出去他又舍不得，可是不送又很难搭上这条线。环兄弟喜欢，赠与你便是。那你母亲这边怎么办？环哥放心，我去撒泼央求便是。我操！薛蟠，你的真心我感受到了，不过义兄弟就不必了。你带霸王的恶名远扬，我是极为厌恶。你若洗心革面，努力上进，之后再议。现在你我暂以朋友而论，但你若犯浑作恶，朋友也没得做。闻言，薛蟠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也知道循序渐进的道理。傍晚时分，薛蟠再次造访此处，这回薛姨妈也来了，身边还多了一个16岁的女子。孽子又哭又闹，又要上吊，吵着要把香菱送过来。贾环，你若敢亏待香菱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薛姨妈气得顾不得仪态，又在香菱耳边说悄悄话，表示受了委屈就跑回来。我会好好待她。送走母子2人后，我把香菱叫到身边来，紧接着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你知道自己身世吗？香菱仿佛是说到伤心处，眼眸一下子就红了。记不得了，别人说我是被爹娘抛弃的。你是薛王是从冯家手上买来的吧？
其实你并非被父母抛弃，你原是金陵城真假千金，双亲呵护有加，却被人贩子拐卖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骗我，你只大我1岁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别骗我好不好？别问我怎么知道，但凡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，我会让锦衣卫打探你爹娘的讯息，那些罪该万死的人贩子也别想逍遥法外。谢谢爷。快起来，你在这里安心待着，我打探到消息就告诉你。到了饭点，香菱亲自下厨，为我做了一顿丰盛的大餐。哎呀，这些粗活让厨子做就行，你看给你脏的一脸黑灰，下回别再上灶房了。你这细皮嫩肉被烟熏坏了咋办？传出去说我们娘俩苛待你，那薛王是要逮着我一顿骂呢。我想打谢爷，给他做好吃的。难怪薛王是宠着你这丫头，生得跟块美玉一样，性子又柔，还有做菜的好手艺。赵姨娘越看香菱越欢喜，便刻意拔高语调道：不像某些人，成日尾巴翘到天边去，啥事都不会做，还喜欢顶嘴呢。一旁的晴雯闻言，将脸别了过去。华儿，你快尝尝香菱这丫头的手艺。我尝尝，手艺非常好，我很喜欢吃。晴雯站在远处，见我看向香菱的眼神满是欣赏，对其手艺也赞不绝口，甚至还接过手帕细心给她擦汗，心中顿时有些不舒服。哼，怎么跟我说话语气没有那个温柔劲？左右不过嫌弃我还会做针线活呢。这府里头加起来都没有我厉害。我炫耀了吗？我悄悄点你做一件衣裳，倒要听听你会怎么夸我。次日清晨，我照例来到锦衣卫上班，却突然来了几名官员。贾环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受贿。为了改变红楼中贾府被抄家的悲惨结局，我以贾家罪废庶子的身份加入了锦衣卫，而我只是抓捕了一名罪恶滔天的犯人，却不曾想此人乃是宁国府贾珍的好友，从此他便对我怀恨在心。贾环，有人实名举报你受贿。不用想，一定是贾珍干的。此人乃是蓄意污蔑、卑职行得正坐得端，请有司明察。放心，我已经查过了，你一心办案，未曾收受他人贿赂包庇罪犯。不过至于有没有敲诈私吞罪犯钱财，那只有你自己清楚了。私吞罪犯钱财，实际这是锦衣卫衙门心照不宣的默契，毕竟锦衣卫远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风光。卑职明白。幸好这封信是落到了我头上，若是在晋升的关键节点，这张举报信被你的竞争者利用，足以让你陷入颓势，甚至坠落深渊。往后要提防小人，行事更要谨慎有分寸，尽量别给他人留下画饼。多谢大人教诲。送走官员后，今日我破天荒的没有办案，反而是来到荣国府掌管的一处钱庄。锦衣卫办案，闲杂人等滚开！有人举报你们当铺侵吞字画，把近1年的账本拿出来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可是宁国府的。掌柜话说一半，就被瘦猴一脚踹翻在地。少废话，立刻上交账本。掌柜的不敢多说，老实交出了账本。给我把这家店查封，若有丝丝封条者，依照大钱律全部押入大牢。遵命。今天就不办案了，把名单上10几家店铺统统查封。熟悉红楼的我心中清楚，以贾珍这种小人来管理，旗下店铺定然少不了贪污腐败。果不其然，没多久贾蓉便火急火燎找到了贾珍。爹爹，不好了！烈子，没看到我在干正事吧？下次找我记得提前发消息。爹爹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的那个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像你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爹爹，贾环纳斯突然查封了咱家所有的店铺，到处翻翻账本，查账肯定能查出猫腻。您快想想法子。疯子，好大的狗胆，存心要跟老子作对是吧？一个小小的总旗，竟敢对国公府不敬，没有圣上的旨意，他们锦衣卫千户都不敢来国公府造次。老子现在就去神经府衙，把大逆不道的畜生给抓了。贾珍气愤的就要立刻出发，却被贾蓉浇了一盆冷水。爹，您忘了，咱家产业都挂在远房亲戚名下，今时哪家勋贵都是这样干的。这厮是锦衣卫总旗，有权利查封这些店铺。这畜生逼急了老子，老子去朝廷使关系，将他扒皮抽筋。爹爹，一天不解除封条，咱家生意损失惨重。万一这厮拿账本大做文章，那这些产业都保不住了。还是快去找老祖宗说理去吧。随后，二人火急火燎来到了荣喜堂。贾珍向贾母大倒苦水。然而，当贾母得知是贾蓉先写举报信在前，便也表示管不了这事。难道要老子向他低头？老子就是饿死也不可能跟这小畜生妥协。烈子还不跟你还三叔道歉，烂心肠去举报自家族人，你比畜生都不如。还三叔，是我冲动了，不该向你写举报信的。闻言，我一声不吭，自顾自看着卷轴。这种沉默让贾珍倍感耻辱。还兄弟，是我们不对，咱把封条撕了吧。族兄，锦衣卫衙门流传一句至理名言：人若犯我，百倍奉还。我对此深以为然。是，还兄弟说的有理。族兄，那些账目脏得很，有3家店铺都得查抄，晚辈秉公执法，那3家封条就撕不得了。
既然查出问题，那3家店铺封了就封了，那其余店铺，来人，除那3家店铺以外，其余解除封条。遵命。我现在还要忙差事，你看。闻言，贾珍父子灰溜溜离开了官署，同时对我更加怀恨在心。还是不够强大，否则就不是查封店铺那般简单，而是查抄宁国府，把那狗父子抓进诏狱。贾珍父子前脚刚走，先前我在击杀秃驴时有过一面之缘的严百户，竟突然找了上来。严大人，还小兄弟，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，但说无妨。在这个江湖上，3教9流都有锦衣卫安插的眼线。就在前天，密探上报，我天玄防卫所苦苦搜寻的2大恶人抵达京师。这俩人曾经一夜屠戮3座村庄，毫无人性。其中一人绰号八面煞星，另一人唤作母夜叉，都是25岁。你应该能猜到，他们都位列江湖龙虎榜，一个在第93名，一个在第91名。尽管知道他们身在京师，可全城200万人口，想找出2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但还小兄弟你恰好也位列龙虎榜，有令牌可以进出烟雨楼，所以想请小兄弟去一趟烟雨楼，打听一下这2个恶人的落脚的。只要能抓住这俩恶僚，便是一件大功。请严大人放心，在下会尽力而为。一座古色古香的木质小楼前，匾额上烟雨2个大字格外瞩目。我在上交了龙虎榜令牌后，成功进入了烟雨楼内部。刚一进入，只见零零散散几个人，皆是20出头的年轻游侠。见我身穿一身飞鱼服走进来，顿时面露不屑。哼，什么时候朝廷鹰犬也能进烟雨楼了？我没有理会这群人，反而是来到放在角落的一名佝偻老人边上，他便是烟雨楼的管家。在下想打听2个人的行踪，八面煞星和母夜叉。老朽不知，在下不过杀了几个秃驴，你们烟雨楼连细节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八面煞星和母夜叉在京师落脚，烟雨楼真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。恕不奉告。江湖儿女向来惩恶扬善，行侠仗义，你老却要包庇那2个罪恶滔天的畜生，坐视无辜百姓被屠戮。只要一句话，我们锦衣卫便能为民除害。公子，烟雨楼能在京师立足，就遵从6个字：知敬畏，守规矩。如果你是锦衣卫千户，以权势施压，烟雨楼不可能为了2个江湖浪人而得罪。这就是境内。倘若有一天江湖买凶杀人，将烟雨楼打探你的踪迹，烟雨楼同样会守口如瓶，这便是规矩。闻言我不禁笑了，说白了还是自己地位不够，地位够高，规矩就很灵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铤而走险了。不为难你老，这样吧，我个人以龙虎榜第199名挑战2位同辈英杰，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，时间地点他们来定。你确定？当我再次看向晴雯时，她已经双眼通红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爷，带薛家大少说你死路一条，我害怕，你别去好不好？我不要你死。什么死不死，多晦气！你别听带霸王胡扯。我拿起手帕给他擦拭眼泪，又气又好笑。怎么哭成这样？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我怕你死了。你给我尝尝胭脂，我就上报衙门退出此案。闻言，晴雯有些疑惑，手刚碰到胭脂盒上，又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顿时整张脸都红了。你放荡也不害臊。你给我尝尝，我就不去犯险。你若厌我，我索性跟那些恶僚拼命算了，反正没人心疼我。爷不要脸，你答应我了，你不去犯险。深夜，我终究还是违约了，蹑手蹑脚的离开，准备前去赴约，却没料到晴雯竟守在了大门旁。爷，你骗我，你都答应我要退出此案了。你放心，我等下还要吃你嘴上的胭脂呢，最多1个半时辰。等你回来再说。一言为定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来到了约定的地点，果然见到了八面煞星和母夜叉，远处则站了几十个江湖人士。哈哈哈！不得不说，你是我见过最有种的朝廷鹰犬，放着锦衣玉食不要，偏偏主动寻死。你想死在谁的手上？挑吧！哼，一起来吧。降龙是吧？母君，还有你，自负双手来诏狱请罪，不比现在的结局好得多。多谢烟雨楼透露恶僚踪迹，我欠你们一个人情。将2人带到诏狱后，我脑海中浮现出系统面板。这俩恶僚做过最惨无人道的一件事，就是一夜屠戮3座村庄，罪恶滔天。随着系统给的力量灌注全身，我直接从后天境6重晋升先天境1重，丹田更是扩张了1倍有余。太爽了，终于给我捉到罪孽之高的犯人了。与此同时，晴雯正守着房间坐立难安，看着约定的时辰就要过去，她一颗心坠入谷底，双眸又开始泛红。爷难道死了吗？突然，她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。某人说好的给我吃胭脂呢。下流胚子，你不要脸！这是胭脂，你快吃，吃死你！你知道的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在喊等会吵醒了他们睡觉。晴雯心跳都快跳到嗓子眼，只得朝着前屋大喊一声：“彩衣相邻，爷要洗澡，你们快去准备热水。爷，灵儿在吃胭脂，我有点害怕。”我见状也不再强求，毕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
次日清晨，我在睡梦中被彩云叫醒。爷，快醒醒，府里来了好多客人，爷继续贪睡就失礼了。我心中明白这是南镇抚司给我缉拿犯人的奖励，便起身洗漱准备接见。可就在此时，父亲贾政同时也来到了会客厅，而他看到我的第一眼便勃然大怒。贾环，你是不是又惹祸了？怎的同时惊动了锦衣卫和神经府衙？就因为我是贾府最废的庶子，当府衙的官吏亲自来贾府找我时，父亲贾政便以为我又闯了大祸，不由分说就破口大骂。逆子，你又惹什么祸了？怎的同时惊动锦衣卫和神经府衙？这次老子绝不会替你说话，就该将你抓进诏狱，好好反省。老大，你长这两个眼珠子不知道看吗？怎么一大早就满嘴喷粪？逆子，你怎么跟老子说话的？贾政刚要发作，却被一旁的小厮打断。老爷，是环三爷立大功了。恰在此时，先前求我抓人的严百户激动地走了过来。环兄弟一人宰杀2个龙虎榜前100的恶僚，是为兄井底蛙不时身边教养，哪能想到环小兄弟如此经验绝伦？严兄过誉了。贾总旗经有司决议，特赏银100两，提升职权。总旗为统帅26位力士，以表彰你在此案的功绩。话音落下，文职小吏呈上盒子，10锭官银整齐排好。然而见此情景的我却笑着谢绝。启禀大人，这些银两卑职用不上，且卑职资历尚浅，暂时统御6名弟兄就足够。虽然多了20个手下，权力大增，但职位却还是总旗，不如先积攒功劳，再一步直接擢升百户。随你的心思。下午勾栏吃酒，我等你。等所有人都走后，这时我才发现，刚刚还大吼大叫的贾政，此刻已经不见了踪影，反而是我的小弟薛蟠跑了过来。环哥，今儿个一大早我就听家里武师说了，你只出了2招，闲庭信步，轻描淡写间，2个名震江湖的年轻武夫就命丧黄泉。在你面前，他们好像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稚童，全无半点反抗之力。哼，往后我在外面发生的事，不要在府里瞎嚷嚷。是，黄哥说了对。对于我的冷漠，他毫不在意，反而在心中暗暗发誓：迂腐偏见的母亲大人，你不把宝钗妹妹送给黄哥当老婆，我还有一个堂妹薛宝琴，知书达理，绝美纯真，美貌不亚于宝钗，必须得想个法子，反正也是妹夫。恰在此时，王熙凤的丫鬟平儿也走了过来。黄哥，少奶奶喊你去一趟。好，我刚进院子，就听到王熙凤那拖长语调：王常爸爸跑我这问安，嫂子前嫂子后，如今也人影都不见。公务繁忙，嫂子莫要见怪。知你有上进，那我也正式直说了。怀兄弟，东府找我说你查封的那3家铺子转让给我，3000两银子成交。我打听过了，那3家铺子一年进项都5000两。给嫂子一句话，把封条给撕了。闻听此言，我顿时就生气了。嫂子，你被脂油迷了窍，什么臭的烂的都往里拉，也不嫌脏了手。哼，你个没良心的怀兄弟！以往府里头骂你笑你，都是我紧着护着。现在我说2句，你就火气直冲，没给个好脸色。这3家铺子账目漏洞百出，连续逃了5年商税，恶意侵吞他人财物，低价强买，高价强卖。你要他们做甚？你若强行要铺子，我也不服你面子。现在就可以撕封条，只是往后嫂子在我心里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。哟，你那样吼什么？我哪知道这里面的肮脏，不要就不要了。我不信嫂子不知道，嫂子向来精明，猜也猜得着那3间铺子脏得很。王熙凤知道瞒不住，这才说出了实情。东府奴婢给我告密，说那爷俩成天骂你，还在道姑怂恿下都扎起纸人诅咒你。我想的偷偷找你拿3间铺子再还给东府，平息他爷俩的怨气。你莫以为我贪财索要铺子，头一回对着我吼，我一番好心也给你吼得有怨。多谢嫂子关心。至于东府那爷俩，随他们折腾，扎纸人诅咒有用的话，这爷俩早就先烂在坟里了。王熙凤却是怒气不减，风情万种的脸蛋上笼罩寒霜。怀兄弟，你刚还明里暗里戳我呢，觉着我不分好歹敛财，是也不是？我只是担心嫂子沾染晦气。别说了，你回去吧，你现在有出息，用不着妇道人家关心，我真是多嘴多事。少奶奶这副神态，不像是真生气，好似被环哥误会，少奶奶心里好委屈。此刻我也意识到她生气了，连忙扯开话题。嫂子，我正想找你帮忙呢。前阵子剿灭山贼，抄了一大笔金银珠宝，储藏在官署也不是事。我想请你拿出去置办产业，每年进项分你一半。哼，别找我，我可没那么大能耐。你聘请一个账房便是。外人哪有嫂子靠得住？嫂子若是男儿身，以嫂子管理事务的能耐，户部侍郎位置都嫌不够，高低得是户部衙门掌舵者。呸！你忌讳胡说八道。不过你既信任我，只管拿来就是。多谢嫂子。回到府上后，香菱和晴雯正在聊天。晴雯一见到我来了，立刻就想要转身离开，躲着我做甚？无缘无故，谁躲你了？快说，你们有什么秘密？闻言，晴雯急了，双眼怒瞪着我，不许说。而我只是笑而不语，来到了他们身边。
香菱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爷，这是黛玉师傅做的葬花吟，他太有才了，我这辈子都写不出来。我简单看了眼里面的内容后，也不由得赞叹，黛玉姑娘确实才气无双。爷爷懂事，略知。爷爷在屋里头对我们吹嘘，倒也就罢了，可别在外头乱说话。旁人若真让你作诗，你倒是别尴尬的下不来台。我若真做出来了，你立刻履行上次的诺言。不怕你，那你赶快献丑吧。闻言，我拿过狼毫笔，饱蘸浓墨，在宣纸上一气呵成。一开始，香菱只是笑着看热闹，可笑意渐渐消失，转而是错愕，最后是浓浓的惊讶。而晴雯虽不认得多少字，但偏偏这首诗用词朴素，她便一字不差地念着：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身为贾府最废庶子的我，第一次写诗，竟让晴雯和香菱震惊到失语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等闲变却故人心，却道故人心易变。香菱，爷做的怎么样？爷，我要找黛玉师傅评判一下。他也是初学者，这首词说不上哪里好，可越想越觉得好。切记低调，不要说是我做的。反正我不信你能作诗，我也去潇湘馆看一下。你答应了给我尝一口你嘴上的新鲜纯汁，这回你跑不了了。黛玉姑娘要是认为你做得好，我就答应你。一言为定。师傅，我得了一手好词，快拿给我瞧瞧。当林黛玉第一时间拿起宣纸时，不由得抿嘴轻笑。这字迹也太潦草了。她本以为这样的字写不出什么好词来，可谁知当她看到第一句时，整个人瞬间愣住了。师傅，容你几分？出了这园子，把人的牙还笑到了，还如我几分？我绞尽脑汁，肯定是做不出来。闺房拙作哪能和诗词大家相比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爷他。香菱和晴雯呆若木鸡，差点就把我的名字说了出来。爷，难不成是贾环？这回换林黛玉呆若木鸡了。对了，是他的字迹。去年正舅舅考校学问，我看过贾环的文章，就是他的字迹，他蛮力抄来的。哼，黛玉姑娘，这话就不对了，这是爷自己做的。环哥是个粗人，做不出这般细腻的好词。花姐她也没有这么深厚的功底。师傅，你不信，我打电话给爷确认一下。你换新手机了，旧的呢？换新当天我就放爱回收卖了，他们家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的那个 iPhone 13还卖了2000多，靠谱吗？当然了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我推荐爱回收。师傅，爷作词时一气呵成，满脸自信，爷那么有本事，或许在诗词方面也很有天赋呢。我不信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何事秋风悲画扇？这两句能让多少闺房女子伤心断肠。环哥成天跟凶神恶煞的坏蛋做抗争，他哪有这么细腻哀愁的心思？不行，我且试试他，带我去找环哥。师傅，我答应过爷要替他保密，你切记再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放心，我又不嘴碎。三人离开了潇湘馆，沿途遇到贾宝玉也不打招呼，直奔贾环院子而去。另一边的我则是在官署处理案件，等回到家时已经天黑了。刚一进院子，就看到晴雯、香菱围着一道曼妙的身影。这么晚了，黛玉姑娘有何急事？环哥，我想向你讨教诗词。林黛玉虽然怀疑我是剽窃所得，但顾及我的面子也没说头。我一个不学无术的粗人，哪有能力指点黛玉姑娘？环哥，你随我到边上去，我说2句话。林黛玉怕我在众人面前难堪，便带我来到了一个无人之地。环哥，今夜有月有星辰，你来奏一首，我赖在肚子里，保准没人笑话你。见我没说话，林黛玉继续委婉道：我不是让你出丑，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真才实学。几回花下做吹箫，银汉红墙入望窑。林黛玉心神一震，这2句词意境十足，她瞬间都想象出男子站在花下，深深凝望着心爱之人闺房的画面。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这一句美到极致，道尽了遗憾和求而不得的悲伤，让她愁绪一下子就涌上心头，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。黛玉姑娘，我环哥才华横溢，我自愧不如。黛玉姑娘不仅善诗词，更精通策文经义，我哪能和姑娘相提并论？我那点小才同你比较，便是萤火对皓月。我以前还觉得你是心善却鲁莽的粗人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肤浅了。环哥不嫌弃的话，我想收藏环哥的手稿，以便观摩学习。收藏手稿就没必要了，我最近要忙差事，往后一有闲情，我向姑娘请教。我知道环哥淡泊名利，不愿被声望所累，一心只想做好差事，铲除危害百姓的恶寮。往后我是不是来你院子走动，讨教诗词，你不要嫌弃才好呢。无妨。见我答应，林黛玉顿感欢喜，微微扶礼后告辞。刚走2步，却又回头俏皮道：环哥，往后你嫌我啰嗦，我就到处宣扬，让大家烦死你。
完全不嫌弃。送走林黛玉后，我来到了晴雯面前。某人答应我的事情，还记得吗？呸！别是下流胚子，也不害臊。说好的，我也不耍赖，但只准吃纯汁，不然我害怕。亥时3刻，我悄悄来你暖阁。在林黛玉回大观园的路上，却被气愤的贾宝玉阻拦。宁妹妹，有丫头说你去找贾环那厮了。哼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去找仙明妹妹玩。哼，不许！我跟贾环这厮已经决裂，你不许认他身边的使唤丫头为徒弟了，更不许去他院子。妹妹神仙般的女子，跟粗人莽夫说什么话，平白污了你的清气。你想使唤谁呢？我以后偏要同环哥说话，你离我远些。林黛玉说完，便头也不回，绕道而行。气死我了！宁妹妹都冷落了我，还替贾环那厮说话。次日清晨，当我来到锦衣卫官署时，许久未见的钱总旗突然登门拜访。贾总旗，有一桩案子需要处理，我又脱不开身，所以想让你来接手。听到有案子，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了。可殊不知，这件案子隐藏着巨大的阴谋。穿越红楼成了贾府最废的数字贾环，却觉醒了抓捕犯人就能变强的金手指。而如今我只是随意接了一个案子，竟牵扯出一起巨大的阴谋。前夜传来消息，咱天书防卫所有一位姓刘的力士暴毙于冀州信昌府。哪个狗胆包天的敢杀锦衣卫？有线索吗？一无所知。闻言，我皱眉沉思，这案子也许很大，也许很小。若是江湖仇家报复，那便是蝇头小案；万一刘力士是知道些什么被灭口，那便可能牵扯出大案。这个案子我接了。无论有没有查出凶手，返京时带回刘力士的骨灰。钱总旗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，而我则是召集自己的手下前来。咱们先回家一趟，5时启程，最多待10天，巡查未果便返回京师。遵命。回到府上后，我跟赵姨娘等人说了一下后，便在晴雯恋恋不舍的眸光里返回府衙，带着几名手下准备出发。由于连日大雨，山路泥泞不堪，直到第4天后，我们一行人终于抵达了信昌府城。还未进城门，我就看到了奇怪的一幕。只见周围遍布衣衫褴褛的流民，城外每隔50步都有施粥棚，一群捕快巡视维持秩序。见状，我来到一名捕快前询问：“我是京城来的锦衣卫总旗，这里是什么情况？难道信昌府闹灾患了？”回禀大人，前些日子大雨闹洪涝，府尊大人已颁布赈灾通告，勒令府城官吏好好安抚百姓。带我们去府衙一趟。遵命。到了信昌府衙后，以我锦衣卫总旗的职位，自然是见不到府尊，接待我的只是一位从七品主簿。刘力士的尸体呢？贾总旗，随我来。随后我跟随官员检查完了刘力士的尸体，发现的确无。怎么发现他的？尸体漂在河面上，百姓报官后捕快捞起，在衣服内层发现他妻子写给他的家信，上面提及了锦衣卫衙门，府衙立刻上报京师。刘力士胸膛塌陷，心脏断裂，肯定不是溺死，而是被人一掌拍死的。老大，这案子无从查起啊！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你先去查访一下洪涝灾患的原因，邻近的府郡都安然无事，看能不能揪出贪官污吏。至于此案，只能找烟雨楼，若烟雨楼都没有线索，恐怕很难抓住凶手。来到城南的烟雨楼后，接待我的是一名妇人。小人徒有什么事？打听一件事，死在信昌府城的锦衣卫力士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听过。他被一掌贯穿胸膛，心脏经脉断裂的整齐，此掌法粗暴，看上去无需蓄力。烟雨楼对其有了解吗？信昌府是一座大城，来往武夫如过江之鲫，使用掌法者无以计数，单凭此推断凶手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烟雨楼也没这个能力。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？我知道规矩，拿武学换消息。我见识过烟雨楼的秉性，于是取出一本功法夺命连环腿，是我缉拿9品中最劣质奖励的低级腿法，早就看不上了。而当妇人接过功法看了一会后，竟变得神色凝重。一流武学，价值不凡，利益交换，不坏规矩。死者身上是周龙镖局的祖传掌法。告辞。公子且慢，镖局的总镖头实力是先天2重，其背景深厚，公子行事需谨慎。多谢告知。得到杀害刘力士的掌法后，我正准备带着小弟前往周龙镖局，手下瘦猴却给我带来了消息。老大，听说是连日暴雨，信昌堰坝被冲溃，洪水泛滥，还未秋收淹没良田，好多村庄房子都被淹毁。百姓发现刘力士尸体时，就已经浸泡了一夜，应该是从上流冲下来的。尸体距离信昌堰坝多远？这3里路左右。闻言，我有种强烈的预感，刘力士的死可能和信昌堰坝被冲毁有关系，那这桩案子就大了。走，去周龙镖局，无论如何都要撬开那个总镖头的嘴巴。来到周龙镖局后，经过一番折腾，我终于是见到了总镖头。老夫姓周，不知有何贵干？向你打听一件事，7天前有一位锦衣卫力士死在信昌府城，不知阁下能不能提供线索？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谁敢谋杀锦衣卫？阁下当真不知道？不知。大人不去府衙查案，偏偏来找老夫，这是何意？见他不承认，我也懒得听他演戏。刘力士死在周龙镖局祖传的掌法之下。
你这是蓄意栽赃，血口喷人，把证据摆出来，再拿府衙文书，否则你就是敲诈平民。老夫虽然只是一个镖头，但不是没有官府关系，请回。周镖头何苦拿自家地板来炫耀武功，再修缮又要耗费银两？老夫只是看不惯锦衣卫仗势欺人罢了。仗势欺你又能怎样？小小庶子不知天高地厚，怎么可能？哼，蝼蚁般的货色，还来炫耀武功？想清楚了，要么配合我，要么全镖局人头不保，你自己选。私自杀人，你也没好下场。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随便给你安插罪名，你子孙一个都保不住。刘立士之死是不是周龙镖局做的？我数到3、3、2、1，是我。他无意得知了秘密，必须得死。什么秘密？瘦猴。瘦猴立刻取出随身携带的笔纸以及1米，准备开始记录。信昌堰坝塌陷并非天灾，实是人祸。毁堤造成百姓良田被淹，家宅被毁，流离失所，无辜者丧命洪涝，简直大逆不道，泯灭人性。究竟谁指使的？苏同知，他的小妾正是我周家人，他暗下命令让镖局解决那个锦衣卫。五品同知，地位仅次于知府，是整个信昌府的2把手。接着，我让周镖局描述了整个详细经过，然后再签字画押。老大，没有上层的假贴批签，我们无权缉捕五品官。迟则生变，夜闯他私宅，直接上私刑，先坐实证据，再返京汇报。遵命。深夜，正当同知苏崇善搂着小妾安然入睡时，我带着手下已经闯入了房中。今夜要么死，要么交代罪行，没有第3条路可选。经过一番亲切友好的交流之后，他颤颤巍巍承认了这件事。为何要毁堤？幕后主使是谁？工部右侍郎袁英。闻言，我一下就猜到了事情经过。从3品大员袁雍袁侍郎假借洪水摧毁堰坝，然后他向朝廷要拨款，再建信昌堰坝，你俩上下其手，大把捞银子。洪涝之后，府城粮价那么高，你们毁了百姓良田，暗中授意粮商高价卖粮，这银子哗哗流过来了。灾后重建又得向上要银子，几下子吃得满嘴是油，百姓哀鸿遍野，到处是食不果腹的流民，关你何事？积极赈灾还能博个青天好官的美誉，真是猪狗不如的畜生！若非此人是重要证人，我现在就想一刀剁掉其狗头。这狗东西的罪孽值最少6品。是袁雍主使，我不得不遵从。城里最大的粮商是他儿媳妇的远房亲戚，恳请大人念在我如实招供，从轻处理。让苏崇善写完案情经过并签字画押后，我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话来：一旦袁雍得知消息，找关系四处活动，这功劳可能就作废了，必须抓紧时间去工部走一趟。老大，万万不可！没有假贴批签，别说总旗，纵然锦衣卫千户都无权直接缉捕6部侍郎，只要工部尚书一声令下，老大会被直接击毙，稍有挣扎就是造反。哼，我岂会这般愚蠢冲动？此去工部衙门，自然不是针对袁雍，而是找一项最重要的证据。回到京城后，我直接带着小弟们来到了工部衙门，经过一间间廊房，来到工部员外郎的公廨，而这里正是父亲贾政上班的地方。锦衣卫办案，贾政，随我走一遭。曾经被视为贾府最废庶子的我，如今却赶来到父亲贾政上班的工部衙门前，指着他的脑袋命令道：锦衣卫办案，贾政，随我走一遭。孽畜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贾政也是你能教的。贾政，我在办公室，庙堂之中公私分明。你……贾政无言反驳，上衙公事确实不宜喊父亲。贾环，你的假贴批签呢？岂有此理！谁让你来抓本官的？你偏要闹大事吗？我还敢为难你不成？好好配合，走个过场就行了。无形的正坐得端，随你走。贾政也没有为难，跟着我走出来工部衙门。期间，无数官员议论纷纷，满脸不可置信。若是没有说法，吾的声誉都被你毁了。放心，跟我去一趟锦衣卫官署便知。来到一处僻静的房间后，我问了贾政一个奇怪的问题：父亲，你想不想升官？废话，孽子，你一个芝麻大点的总旗，还能决定老子的仕途不成？我先给你看几封信，你就知道了。接着，我将袁雍写给苏崇善的密信拿给贾政看，这是右侍郎袁大人的字迹，你怎么会有他的草书？贾政仔细浏览信中的内容，结果越看越心惊，越看越愤怒。袁侍郎为了赢钱，怎能如此泯灭人性，丧尽天良？正是因为他的行为，现在信昌府受灾严重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罪魁祸首必须伏法。信昌府同知苏崇善已经招供。说完，我将签字画押的宣旨拿给他看。如今还缺少一样证据，那就是袁雍向工部及户部请求拨款重建信昌堰坝的文书。而父亲你是工部员外郎，职责所在必然会抄录文书内容。我的确抄录过文书内容，
那便将证据尽快拿给我。贾政惊叹于我的能力和魄力，但听到我头一次用命令的语气说话，不免有些火气。孽子，有话不能好好说，你安敢毁了老子清明，众目睽睽之下被锦衣卫抓走，旁人会怎么诋毁？哼，难道父亲是袁庸同谋？既然不是，还怕什么流言蜚语？等袁庸伏法抓进诏狱，旁人会夸你嫉恶如仇。况且工部右侍郎空缺，到时你便是最有力的竞争者。我2天2夜未眠，辛辛苦苦忙碌，你反倒来指责我，无非是请你过来问话，又没动你半根汗毛。贾政闻言，鼓着老脸略显羞愧，半晌才做出回应：我去拿文书。与此同时的贾府内，贾政被我抓走的消息传到了众人耳中。老太太，工部官员传话，老爷被环哥儿亲手抓进锦衣卫诏狱了。快去拘拿聂孙，问问他要弑父不成，真是把荣国府的脸面丢得一干二净。快派人去诏狱把老爷救出来，老爷有个3长2短，我一棍子打死这数字。林妹妹，我早就说过，贾环这厮攀附关系当上差事，迟早成为国贼路度。这不把父亲大人都给抓了去，赶明还是把这厮踢出咱家，我高低要踹上2脚。环哥不是这样的人，上回做事时温润克己，有礼有节，他岂会不顾孝道呢？与此同时，得到消息的贾珍和贾蓉从宁国府赶来，二人表面上露出愤怒的神情，内心却是在幸灾乐祸。上回咱东府受辱，忠心耿耿的赖儿被打成残废，老太太早该听我的话，狠狠处置那小孽畜，何至于有今日之祸？甄大爷，你也莫要说风凉话了，老爷现在还在锦衣卫诏狱呢。那就由我亲自出马，从小出生手里将老爷接回来，来人备将去神经府衙。贾珍正说着，却没料到贾政突然来到了大殿内。老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贾环那孽畜呢？闭嘴！你是他嫡奴，妇道人家，出口脏话成何体统？珍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回母亲大人，环只是执行公事例行问话，对我没有生育影响。父亲，贾环那厮没有打你吧？听到贾宝玉的声音，贾政便气不打一处来。毕竟悉心栽培的嫡子整日游手好闲，让去科举都推3阻4，而不管不问的庶子独当一面，都敢直接查办朝廷从3品大员，这种差距让他又羞愧又愤怒。来人，拿大棍，拿锁子捆上，我要立刻打死你没出息的孽畜！父亲大人，为何要打我？谁让你成天闲逛荒废学业，必须教训一顿。另外，母亲大人，府里北边有一块闲置地，划给环妈，她那院子太小了，屋里还有3个使唤丫头，给她兴起一栋宅子。另一边的我向官员提交所有证据后，得到的回答只有8个字：尽快处决，不要攀咬。于是我便直接将袁庸捉回了诏狱。得知事情败露后的他浑身颤抖，泪流满面，匍匐在地不住求饶。向我求饶有何用？为了他墨银2不惜毁灭燕霸，你坐在官署动动嘴皮子。信昌府多少百姓丧命于洪涝，丧尽天良，泯灭人性。你在阴曹地府也会被冤魂缠绕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接着我又将另外一个主谋苏崇善解决掉，瞬间脑海里的面板多出了2人的画像。第一次碰到5品罪孽值，果然真正的恶聊还是庙堂狗官。一句话，一张文书就能决定多少普通人的性命。与此同时的锦衣卫官署内，锦衣卫王百户的调令下来了。这一刻起，我不再是天书房百户官。钱总旗和赵总旗顿时面露欣喜，他们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。王大人，究竟是谁接替您的位置？贾环。不可能，他入职才多久，资历不够，纵然有通天关系，也绝不会擢升百户，这是锦衣卫的铁律。我田书房卫所刘力士暴毙一案，贾环率队侦办，查出了信昌府同知以及工部右侍郎2人已死在诏狱。此等功劳，纵然他昨天入职，今天也配得上擢升百户。钱总旗闻言如坠冰窟，仅仅是因为一桩他随意丢弃给我的案子，居然将百户之位拱手让人。此刻他流露出强烈的悔恨之意。你有什么可后悔的？无从可查的案子，你以为你能找到线索？你能在短短几天办得干净利落？你若有这个本事，就不会38岁还是总旗了。你们2人跟了我很久，临别前奉劝一句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否则没有好果子。另一边的我早有预料，得知自己晋升百户后，我换上了银白色的飞鱼服。老大，这是前往锦衣卫经理司天下案牍库的钥匙，以后就不担心没有案子了，直接去案牍库挑选就行。不过百户也只能去第1层，正需要他。说话间，赵总旗和钱总旗共同走进官署，2个人挤出一抹僵硬的笑容，特别是钱总旗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拜见贾百户。2位大人，何必如此客气？都是同僚，往后做事互相配合。折杀卑职了，叫卑职小钱就行。日后大人有吩咐，小钱首当其冲。2位先退下吧。这2人积怨已久，互相使绊子，不利于天书房卫所团结。你们4个好好做事，尽快立下功劳。我挑个时间把他们俩都给调走，由你们其中2个填补总旗之位。记住，不要恶意竞争坏了弟兄们的情谊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最清楚我的手段。
谨遵老大命令，回家歇歇。这么多天奔波太过疲倦，大家明天不用来上衙。就在我回家的路上，贾政来到了赵姨娘的住所，一旁的小厮搬出一大份珠宝，这是衙门给他的300两纹银，淄帛30匹。老爷，华儿是7品百户官了。不错。华儿，我的心肝宝贝。赵姨娘亢奋的站都站不稳，彩云在后面扶着她。你这死丫头，还愣着做甚？喊上晴雯、香菱，给我敲锣打鼓放爆竹，绕全府一圈，快快快！得知我晋升7品官后，赵姨娘在荣国府举办了盛大的宴席，不仅贾府重要人物全都到齐，就连其他3大家族也派人前来祝贺，当然贾珍父子除外。皇哥，恭贺高升！多谢。皇哥，恭贺高升！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不会忘。林黛玉对我的事念念不忘，但又答应我不能明说，这让一旁的薛宝钗有些疑惑。黛玉妹妹何时跟皇哥如此亲近？好像还有暗号似的。紧接着，众妹相继朝我恭贺，我也一一回礼。酒宴正式开始，期间薛蟠不停向我敬酒，显然是打算巴结我。皇哥，我要跟着你潇洒，你就做我义兄吧。公务繁忙，没有时间。薛蟠猛地站起身，突然重重拍打桌子，整座大厅一下子就安静下来。蟠醉酒闹事，成何体统？你别管，皇哥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但我要把妹妹宝钗许配给你，我要做你的大舅哥。除了你以外，谁娶宝钗，我都要打死他。烂了舌头的孽畜，赶紧闭嘴！喝醉酒死去外面。谁醉了？母亲大人，我是薛家的爷们。总之，宝钗必须嫁给皇哥，否则我大闹。对我薛家有好处的事，你偏要抗拒。快把呆霸王拖出去！喝醉了说混账话，贾环哪里配得上宝钗姐姐？你薛家还要不要脸面了？大脸盘子，你少来放屁！你给皇哥脱靴子都不配，莫以为我不知道你贾家的心思。宝钗嫁入贾家，只能是贾环。来人，把这说胡话的混账拖出去！宝钗，你说句话。够了！此刻我终于忍不住了，薛蟠这一通胡闹，弄得大家都难堪受不了场，给我也添烦躁。薛蟠，滚出去！几个贱仆都拖不动的薛蟠，谁知我一说话，便低着头步履踉跄走出大厅。贾环，你平日里给薛蟠灌了多少迷魂药，暗中蛊惑他说处子话？你是不是惦记宝钗姐姐？堂堂国公府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卑鄙小人？我今个就要保护姊妹们。宝玉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不要乱说话。我就要说，贾环，你这样不学无术的小人，也能当7品官？不知攀附了多少奸佞，才让小人得志。妄议朝政，诽谤皇权，所幸是在自家府邸。换做外人，我早就记在无常簿上，将你拘禁诏狱，严刑拷打。往常口不择言也就算了，但眼下工部右侍郎官位空缺，父亲大人要想更进一步，言行越要谨小慎微。若因为嫡子酒后蔑视皇权而影响你仕途，那才是悔之晚也。贾环说的有道理，老子教了你多少回，张嘴要有把门的，你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。贾宝玉见挨了我一个巴掌，竟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，又是愤怒又是屈辱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下来，边哽咽边甩掉胸前的宝玉。这破石头，我要摔碎了它，反正没人疼我。顿时，王夫人惊慌失措，丫鬟们也挤了进来，大厅乱作一团。而我也懒得待下去，起身走人。在经过薛宝钗身旁时，我朝她轻声道：“宝钗姑娘，莫要听薛蟠胡说八道，我断无此念头，更不能因为他酒醉闹事影响你的声誉。”环哥，我明白。薛宝钗勉强挤出一个笑颜，心中却有点乱，因为我的话好像看不上她似的。环哥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冲动了。大丈夫何患无妻？我的私事不需要你来多嘴，别人还会误以为是我暗中指使你。再有下回，别怪我彻底翻脸。环哥，我知道了。爷，打了宝玉少爷，老祖宗太太不会找麻烦吧？你怕什么？爷爷是府里主子，又不像咱们是奴婢。况且他辱骂朝廷，也打他，理所应当。学理的话，去报官呗。不错，你这小丫头有长进。而当我刚回到院子没多久，林黛玉竟独自登门拜访。环哥，没打扰你吧？师祖呢？来给我赏析。黛玉姑娘，现在天色已晚，待这几日有闲情，再好好酝酿一下。不许，环哥暗度劳心，成天要缉捕恶良，为您除害，哪还有心思琢磨诗词？我也不好大脚。就此时此刻，那好吧，黛玉姑娘，我送你回潇湘馆，一路边散步边想诗词。那说好啦。就在我和林黛玉在大观园散步时，竟被刚回大观园的薛宝钗等人看见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林黛玉瞒着所有人，竟在半夜独自和我私下幽会，只为让我多教一下诗词。可这一幕恰好被远处的薛宝钗等人看见。他们这是在干嘛？黛玉姑娘，此句过后，我才情文思衰退，往后恐难再有妙作。今后就专注于俗事，不再苦思冥想酝酿诗词。此句过后，再无彩丝。是的。沉默片刻后，我缓缓开口：“最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。”林黛玉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，她仿佛置身于意境之中，天空倒映，如卧璀璨星辰。这是我听过意境最美的一句诗，没有之一。才思枯竭，余生再无佳作了，望黛玉姑娘见谅。且慢，送我回潇湘馆吧。
次日清晨，我与林黛玉散步的消息传到了贾宝玉耳中，这让他内心更加愤怒。林妹妹昨晚跟那厮散步，窃窃私语，那烂了舌头的丫鬟还说林妹妹的眼神含情脉脉，那厮既惦记宝钗姐姐，又接近林妹妹，我真的恨死她了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让母亲帮他出这口恶气。母亲大人，昨天我被贾环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多少姐妹都看着，我颜面无存了。谁让你口无遮拦，骂他是朝廷奸佞？现在孽畜在锦衣卫当差，府里要是敢治他罪，他就敢大闹官府，到头来还是我们无礼。可是不出这口恶气，我在园子里抬不起头了，姊妹都来嘲笑我，您快想个法子教训一下他。哼，胡闹！难道母亲看着儿子要被打无动于衷吗？别急，我马上给你父亲贾珍打电话，让他过来教训贾环。母亲，你换新手机了，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，价格满意当面回收。我用了很久的那台华为还卖了2000多呢。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，我推荐爱回收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看着自己最心疼的儿子泪流满面，王夫人着实心疼。别哭了，我有一个妙计。母亲快说。那孙家孙少祖向来霸道，自个也是五品武官，打去年开始一直想迎娶迎春跟咱贾家攀上关系，寿大爷似有异动，不过老祖宗死活不答应。宝玉，让孙少祖狠狠教训那孽畜，你再去老祖宗跟前撒泼，让老祖宗答应这门婚事。不行，孙少祖那厮性情暴虐，喜欢折磨女子，死在他家里的丫鬟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二姐姐那么老实温顺，怎能嫁给那种畜生？迎春左右不过是你舍大爷的庶出，你舍大爷都愿意，况且风言风语不可信，孙少祖只是长得凶残罢了，只要你跟老太太说2句，老太太肯定答应这桩婚事。我要是答应了，不是把二姐姐往火坑里推吗？那你不想出这口恶气了？迎春迟早要嫁人，庶出能做孙家主母，已是很好的归宿了。闻言，贾宝玉纠结了许久，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个提议。宝玉，你现在去东府找贾珍父子，那爷俩恨极了孽畜，你们三爷们去找孙少祖。贵客上门，有失远迎，求你办桩事，事成之后可去贾府提亲。闻言，孙少祖大喜过望。可国公府老祖宗一直不答应。瞎了眼，没见宝玉也来了吗？左右不过一句话的事，让我做何事？教训一个人，把他男人的物事给咔嚓了，再打断他2条腿。打断双腿岂能泄愤？杀了他！你们说的究竟是谁？贾环。你们怕是疯了，贾环可是锦衣卫百户官，亏你们想得出来。你可是6品武官，再说你孙家祖上系军官，结识许多悍勇之士，你怕那小孽畜做甚？6品武官顶什么用？除非朝廷打仗调令下来，我勉强能统御一些人马。可贾环随时随地说一句话，就能召集100多手下站在你面前，他说杀，没人敢违抗，这便是锦衣卫百户官的权势。那就暗杀，暗杀锦衣卫力士都罪同谋逆，杀百户官更是诛9族。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只要做了就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我犯得着赌上身家性命？亏你还有脸吹嘘自己，什么孙家在3教9流都有点关系，真碰上事了就当缩头王八。别说跟贾家搭亲事了，往后少来宁荣良府，看到你就厌烦。孙少祖陷入思考，暗杀他没这个胆量，但又舍不得贾家关系，还有温顺听话的迎春姑娘。杀人我不敢，但当众羞辱贾环是可以的。只是羞辱，那这儿没法子了。羞辱就羞辱吧，看看那厮丑态百出的模样。行吧，具体怎么做？放心，这儿自有手段。送走贾府几人后，孙少祖来到后院的一处小屋内，里面有一个持剑的白发男人，而他便是龙虎榜第54名，江湖绰号白发杀魔。高帝，求你一件事。但说无妨。高帝听过贾环之名吗？他正是龙虎榜79名，烟雨楼给他取了小人徒的绰号，同在龙虎榜，想请高帝出手，狠狠挫败他的嚣张气焰。江湖同辈一较高下，若是不敢接战，正应了他懦弱无能，只会仗势欺人的名头。高家欠你孙家一个人情，此事过后一笔勾销。好。次日清晨，正当我在锦衣卫处理公务时，贾蓉以发生大事为由，在府内奔走相告，将贾府重要的人全都叫到了府外。不好了，有人在宁荣街筑界而立，说等贾环散衙之后，要与他一决高下，还说看不惯贾环嚣张跋扈的样子，让他跪地求饶。曾经龙虎榜上的白发杀魔，如今却在贾宝玉等人的指使下，堵在贾府门前，要与我这个罪废庶子决战。环哥可是锦衣卫百户，此刻正在处理公务当中，到底是何人敢招惹他？自报家门，叫什么白发杀魔，听口气怪吓人的。肯定是贾环这厮在外面惹祸了，先在仇敌上门挑衅。愣着干什么？快报官！贾珍闻言，故意在家族面前彰显自己的魄力，独自走到白发杀魔跟前，怒声道：
天子脚下，朗朗乾坤，你安敢耀武扬威？再不离开，官府一声令下，将你缉捕入狱。我没犯事，为何怕官？今日不见贾环，我就明日再来，除非他能躲一辈子。谁说要躲一辈子？依照江湖规矩，龙虎榜同辈较量，若是弃战，一跪了之，从此再不寻你麻烦。各位，还是战！给大跪下吧，看着怪瘆得慌，别吓坏府里人。战！当我说完这句话后，他却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，依旧是老规矩，刀剑无眼，先签生死状。黄哥，咱前途无量，何必逞一时高下？咱避他锋芒。哼，我避他锋芒。蓉儿，准备纸钱棺材，披麻戴孝。生死状只是避免摊上官司，看你年纪不过18，习武天赋异禀的份上，剑下兴许会留你一命。哼，自以为是，跃龙在渊。不可能，能跟我交手，已是你毕生的荣幸。没有手段，我凭什么17岁做场锦衣卫百户？难怪兄长如此崇拜环哥，吓死我了！没想到环哥不仅丝写得好，武功还这么好。完了，全都完了。收好，将他送进锦衣卫诏狱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老大，经过调查，此人名唤高有锦，早年是凉州小卒，屡次宰杀草原鞑子，随后与师傅在江湖闯荡，并没有什么恶名。杀戮蛮夷的中原好汉，也不能赶尽杀绝。但你自不量力，签订了生死状，也怨不得旁人。透露幕后主使，我便饶你一命。孙少祖，高有锦本就是受到胁迫，为了还人情才和我单挑，因此出卖孙少祖毫无顾忌。自己滚出去吧，往后收起你嚣张的尾巴。我高有锦欠你一条命，余生定会报答。有违此事，天打五雷轰。收好，你召集天书卫所30位力士，随本官执行任务。锦衣卫办案，闲杂人等回避，党必死。贾大人有何贵干？孙少祖，听说你妄议朝政，辱骂皇帝。这是血口喷人，有谁在蓄意栽赃？哼，我说你辱骂圣上，你就是辱骂了。家伙，你安敢胡作非为？我可是朝廷正6品武官。6品又如何？先以诽谤圣上之罪拘禁诏狱，再查他罪行。你是什么龌龊货色？我心里清楚，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孙少祖如遭雷劈，整个人瘫软在地，足足4个力士才将他拖走。经过一番亲切的询问，孙少祖不仅交代了他虐待丫鬟的罪行，还说出了这起案件的始作俑者贾宝玉。果然是这大脸玩意。接着我花了半个时辰，将狂风刀法的刀谱口诀写下来，而后递给寿侯。明日给其余3个弟兄观阅。还是那句话，学完即焚，不得外传。多谢老大赏赐。次日清晨，我不顾众丫鬟的阻拦，强行闯入贾宝玉的住所。快去通知老祖宗老爷和太太！哪个坏丫头瞎吵？贾宝玉被打醒，一看到来人是我，整个人魂都快吓没了。你别乱来！大脸盘子，安敢害我？老祖宗救命！三爷，快住手！就连向来清雅婉约的李纨，此刻都满脸着急的朝我喊道：“皇哥，快停下！”大嫂，今天谁都拦不住我。直到我将贾宝玉拖到庭院内时，此刻贾母等人已经赶了过来，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史湘云等人相继赶来，然而我却丝毫没有收敛。明明是贾府万众瞩目的贾宝玉，此刻却被我这个庶子接连抽大嘴巴，而他却丝毫不敢反抗，就连一旁围观的众人也无动于衷。知道错了没有？不认错就继续打。就在我又连续几个巴掌下去时，一向护犊子的王夫人赶了过来，见此情景让她头晕目眩。孽子，无故殴打兄长，你跟禽兽有何区别？还不快放手！孽子，你要造反不成？哼，既然大家都来了，那我就好好说道一下。贾宝玉为了报复我，主动勾结东府爷俩，以出卖迎春的魂使为条件，向孙家孙少祖要求暗算我。孙少祖畏惧，授意白发杀魔上门挑衅。你恨我也就罢了，迎春何错之有？孙少祖劣迹斑斑，人尽皆知，死在孙家水井的女人不下8个。你把府里2姐姐的性命当成筹码，你简直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污蔑父亲，这厮在污蔑我。这是孙少祖签字画押的口供，你要是还继续狡辩，就随我直接去宁国府对质。实在不行，进宫禀报圣上也行。闻言，贾宝玉身体抖如秋风落叶，只顾着哀嚎，却没说半句话。而众人也在沉默中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这一刻，不止薛宝钗、林黛玉这些姑娘们，就连丫鬟都一脸失望，仿佛重新认识了宝二爷。没造化的种子，卑劣无耻的去星业障，路边野狗都比你体面。还，你先打，打完为父再打死这孽畜。不用了，打了半天打累了。王夫人，管好你的儿子。
说罢，我将贾宝玉踹翻在地，随后径直走向了贾迎春。我的宝玉，快请郎中医治，多请几个。身为母亲，你把嫡子教成什么样了？要是还有下次，我当着你王家的面教训你。孙少祖已在阴曹地府，莫要再忧虑，让那些被他害死的女子朝他所混。谢谢爷，没想到皇哥这么有担当。次日清晨，就在我还在贾府处理公务时，薛宝钗竟来到了我的府上，却不是为了找我。晴雯姑娘，我看你平日喜欢各种纯汁，恰好前些天采购了许多，送给你。谢谢，姑娘不妨有话直说。听说林妹妹同你家环三爷两情相悦，有这种喜事，我心里也开心得很，便特来送礼。宝钗姑娘为何这么认为？可是有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俩在夜间散步，举止亲密。误会了，爷这礼节只是宋黛玉姑娘回潇湘馆罢了。倒是宝钗姑娘向来不理会这等无聊事，怎的突然有兴趣了？好奇心作怪罢了。难道姑娘很关心爷？一瞬间，许是被戳中了心坎。薛宝钗眸光闪躲，素来沉得住气，此刻也方寸大乱。晴雯妹妹随口闲聊，莫要跟别人提起，我先回去了。就在薛宝钗刚刚离开我的府上时，先前与我决斗的高有景居然来锦衣卫找我。找我何事？贾环，我知道你热衷处理案子，我正好发现一个10万火急的案子，关乎到成千上万孩童的性命。听到案子，我瞬间来了兴趣。快说。去年年末，我在边境夜间盯梢，瞧见一支几百人的商队前往草原打子吞商，车厢里并非茶叶陶瓷，而是一个个粉刀玉琢的女童，足有5、60个。由于对方人多势众，我又独自盯梢，不敢现身，只听到几个领头者操着一口荆棘之地的腔调，以及看到木箱上有一块土灰。来京之后，我想暗中调查，然而却高估了自己，至今到处碰壁，毫无线索。土灰长什么样子？高有景从袖中取出一张纸，上面仅仅画了几条缠绕丝线。这图案总觉得在哪里见过。贩卖女童，暗通打虏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在下能力不够，就将此案转交贾大人了，希望大人能将作恶者绳之以法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这群人逍遥法外。回到府上后，我越看越觉得这个图案熟悉，恰好贾政领着贾宝玉前来道歉，看到那张肿成猪头的脸，我终于是想起来了这个图案在哪见过。之前有个跟大脸盘子相交甚厚的男人，名为蒋玉菡，是个爷们，却长得妩媚娇柔，说话也怯生生的。而他当时手上折扇扇缀绘着的图案，好像就是缠绕丝线的模样。然而以我锦衣卫的身份去中顺王府，事情容易闹大，因此不能直接找蒋玉菡。对了，我可以找呆霸王去打探消息，这厮也熟悉蒋玉菡。念及于此，我立刻前往府里东北角的梨香院。此时薛蟠不在，他的姐姐薛宝钗正在院中品茶。姑娘，还三爷造访。听到我突然造访，薛宝钗顿时芳心大乱。莫非是晴雯这丫头泄密了？难道皇哥这次过来是想要直接将此事挑明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冷静机智的薛宝钗头一次心慌，竟只是因为我的突然造访。姑娘，还三爷造访。莫非是晴雯这丫头泄密了？难道皇哥这次过来是想要直接将此事挑明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姑娘，他找薛蟠少爷的，原来不是来找我的。听到此话，薛宝钗松了一口气，却又隐隐带着一丝失落。给皇哥沏茶，我稍后就来。这个纯汁会不会太艳了？可是擦去又显得没有气色。过了几分钟后，薛宝钗款款而来。宝钗姑娘，你兄长呢？他和母亲在薛府呢。英，你快去叫人。好嘞。那我在自家院子等他。皇哥，你很嫌厌我吗？何出此言？那怎么见我就走？因为府里奴婢喜欢嚼舌根，两人独处，怕对宝钗姑娘造成困扰。哼，上回你升职大器时，我也去你院子祝贺，那时你怎么不惧外人嚼舌根？我还听说你跟林妹妹夜间散步，还亲自送她回潇湘馆，好多人都看到了，你怎么又不爱避嫌？他的话让我哑然，只好实话实说。那晚家宴，薛蟠口无遮拦，说要把你嫁给我，府里人尽皆知。而宝钗姑娘毕竟是未有婚约的女儿家，所以我必须疏远，以免误你声誉，也省得双方尴尬。绝非是嫌弃。兄长当时是醉酒说胡话，府里没一个人当真，可你偏要当众说什么，我断无此念头，好像跟我薛宝钗的名字挨边，让你很是苦恼。这不是嫌弃是什么？都是结识已久，你带林妹妹亲自护送，对我却百般疏远，连多带一刻都厌烦。况且薛宝钗轻柔的嗓音戛然而止，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失态了，言语竟有些哀怨的意味。从你的话语中，我感觉你心情不好，不妨试试这个放松一下。这怎么会出现小说话本里的孙悟空？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。他是潮汐守望者里的T0级国风英雄，正好这次五一假期现实返场。什么是潮汐守望者？潮汐守望者是有着电影级画面的魔幻塔防策略手游，每个5星英雄都有量身定做的电影级 CG 五一参与活动，可获得孙悟空皮肤和神器。喜欢塔防策略手游，玩潮汐守望者就够了。都是朋友，只是觉得你区别对待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那往后同宝钗姑娘多亲近便是。好，皇哥给你沏茶。
见我的目光一直在他脸蛋犹豫不定，薛宝钗莫名心头如小鹿乱撞，满了。一时分神，在想商铺账目。就在气氛走向尴尬之际，薛蟠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。环哥，找我何事？借一步说话。你去中顺王府找一位戏伶，名叫蒋玉菡，以前经常来找贾宝玉玩。你问他这张图案是什么，谨记不要透露我的身份。环哥安排的任务必须做到。傍晚时分，薛蟠回来复命。环哥，蒋玉菡说他来自京师水镜戏楼，还给我看了一把扇子。有一回他去戏楼唱戏，在戏班里见扇子精致漂亮，喜欢的很，偷偷拿了一把塞进腰里。那扇子扇坠刚好就有这个图案。这次你做得很好。当晚，我带着几名小弟偷偷潜入水镜戏楼，透过瓦片刚好能看到下面的场景，里面只是在正常的唱戏，并没有与其他戏园子有区别。然而直到深夜，当其他顾客散了以后，我终于见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。身为锦衣卫百户的我，第一次去戏园子看戏，却没有走正门，反而是跳到房顶上揭开瓦片偷看，而且一看就是一整天。直到深夜，我终于看到了我想看到的内容。我行头，你去挑5个白净听话的孩子，明天一大早送过来。遵命。壮汉答应后，便坐马车离开，跟上他们。1刻钟后，壮汉来到一处隐秘的院子里。何事？班主让我挑几个好看听话的香菇，一些权贵急着要宠幸呢。进来。没多久，2人又带着5个孩子出来，随着马车往戏院方向走。谁在那？你是小人徒。小人徒是谁？锦衣卫百户官贾环。贾大人，您在查什么？哼，堂堂百户深夜跟踪，你觉得我能查什么？无非是蓄养香菇，没办法，京师权贵就好这一口，别家也做这门生意，依照大钱律，蹲几年大牢而已。小案子用不着贾大人亲自出马吧？倘若勾结鞑子呢？贩卖女孩供草原鞑子糟蹋，以满足蛮夷的豺狼恶欲，又培养香菇安插在京师权贵身边，以便打探朝政。你们真是丧尽天良，狗胆包天！杀了他，然后连夜礼经。快拿弓弩！怪物，收好，你们去把那些孩子解救出来。遵命。哥哥，你是来救我们的吗？没错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已经安全了。一群泯灭人性的畜生，必须查出所有帮凶，统统碎尸万段。收好，你率50个力士前往水镜戏楼，把整个戏班子都缉捕入狱，给老子上酷刑。胖虎，你率人带走这2只畜生，给我好好审问。其余人将哭逝的孩子们送到锦衣卫衙门，查阅各地孩童失踪案，再让神经府衙颁布通告。老大，5班头和达子都招供了。10年前，水镜戏楼就为草原达子效力，原先是培养旦角优童以便登台唱戏，后来见京师权贵有不少特殊之好，戏楼便着手训练，等他们受到权贵宠幸以后，在暗中威胁他们，让其借床榻之便打探朝堂秘闻。6年前，达子贵族那边钟爱中原的女孩，戏楼派人流窜各州郡，绑架相貌出众的小姑娘，相继送往京师，每年去2趟草原。3年前，戏班主浑身颤抖，将秘密一股脑说了出来。大钱官员，谁在给予戏楼便利？但凡有利益往来，统统供出。随着戏班主的供述，瘦猴将其全都记录下来，其中牵扯众多官员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尽管潜伏10年之久，但水镜戏楼的势力远远没有渗透到权力中枢，更别提打探军政要事。继续审。随后我拿走一摞签字画押的公纸，独自前往南镇抚司。嘉环，你怎么来了？郭大人，卑职昨夜暗查，京师水镜戏楼竟是草原达子的暗桩，潜伏10年之久。快详细说。我拿出供纸，如实汇报。潜伏10年都未被发现，幸好远未渗透到朝廷要害，否则咱们锦衣卫要遭殃了。嘉环，这次你做得非常好，我马上将此事上报朝廷，与此事有关的官员一个都跑不了。经过1天1夜的严刑拷问，这群官员基本上交代了所有罪行，而我则手持长刀将其全部解决。瞬间玄之又玄的力量灌注体内，我成功晋升先天境3重。有了金刚不坏内功，我的筋骨经脉窍穴极为强健，压根不需要调转内气，腰腹间都有磅礴的力道。至于降龙掌，我已经彻底掌握18式，这本武学太实用了，内力越浑厚，威势越强。嘉环，你铲除打虏暗桩，有功于社稷，奖励崭新的银色飞鱼服，监绣织绣2条金丝线。另外，南司会从其他卫所调派30位力士，由你天书房统略。听到此话，我心中有些不满，3条金丝线才是6品官员，这次我立了这么大功，却只有2条金丝线，没有升官。不过官员的下句话却让我终于有些满意。另外，册封你生母赵氏为9品儒人，依照礼制，且是没有资格成为朝廷命妇。为了给你生母争取9品儒人称号，衙门费了好大功夫。
多谢大人，卑职誓死效忠社稷，日后定期免分力，再建功绩。很快，赵姨娘便收到官员的通知，她当上了九品诰命夫人，自此有了上桌吃饭的权利。她欣喜若狂，亲自准备了一场酒宴庆祝。然而酒宴刚一开始，林黛玉几日不见我，她便急切地将我带到角落。薛宝钗见状，心中莫名酸涩，竟也悄悄跟了上去。林妹妹，你们这是干啥去呢？林黛玉和薛宝钗第一次争风吃醋，竟是因为我这个贾府最废庶子。原来在今日的宴席上，林黛玉突然独自喊我教她诗词，这一幕恰好被薛宝钗发现。林妹妹，你们这是干啥去呢？宝姐姐，环哥送我回潇湘馆呢，为何偏要让环哥送？容易让旁人误解。谁咬舌子爱说话？那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难保没有闲话。未出阁的女子更应该注意。宝姐姐，你再说我就恼了。我只是替你修，你若是怕黑，赶明给你定制10个灯笼，区这么点路程，还要环哥护送。林妹妹倒是娇贵，不如出门备轿才好，省得累着脚了。林黛玉脸上笼罩寒霜，她找我的目的很纯粹，只是仰慕我的诗词才华，希望有所收获。薛宝钗，我找环哥关你什么事？我就是看不惯。这边争吵惊动了宴会，王熙凤、李纨等人相继赶来。这是闹别扭了，再不停下都要互相揭短了。此权取业，把薛宝钗送过的东西都还回去。应恒无怨，不许有他的误审。爷，宝钗姑娘待我很好，黛玉姑娘又是我师父，他们闹翻，我心里好难受。我虽是监管天下事的锦衣卫，却也难管女儿家行事。爷，求求你帮帮忙吧。我试试。环三爷，姑娘生气呢，她现在谁也不想见。告诉你家姑娘，我有一首词作分享。你们素日以姐妹相称，携手共行，如今却争吵翻脸，往后丫头们见面也不好受。是呀，师傅，哼，休要提他。宝钗也是在意你的名声，这府里嬷嬷小厮大多是烂舌头，背地里爱编排乱造。但我云雾脑袋，薛宝钗心里想甚，我也才个8、9不离10。我仰慕环哥的才华，他却急头白脸要拿我问罪。我跟他解释就行，左右不过几首诗词，有啥好瞒的？不许！凭什么跟他说环哥的才华只有我一个欣赏才好呢？若因为在我院子里吵架有隔阂，让我也不好受。你若诚心拿我当朋友，你就在大观园引荐亭等着，我会让宝钗姑娘也过来。此作呢？你先答应。我答应见面，不过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答应的。与此同时，贾宝玉从管家口中得知两女吵架后，便火急火燎地跑出怡红院。快点，那厮心思歹毒，一见宝姐姐和林妹妹的关系，让好端端的姊妹大吵大闹，这厮真要祸害贾家。上回二姐姐之事，大家都不再理我了，如今正是我表现的机会。贾宝玉气喘吁吁来到潇湘馆外，却陡然停下，紧接着脸庞涨成了猪肝色。只见林黛玉满脸笑意地站在我的身旁，时不时小声和我交流着什么。这一刻，贾宝玉心如刀绞。姨妹妹已经愚蠢透顶，难道看不清这厮野蛮暴力的真实面目吗？不把这厮赶出荣国府，我誓不为人。没过多久，我将薛宝钗也喊了过来，准备撮合二人和好。环哥，是我犀利尖刻，失了方寸，让环哥见笑了。你们不和好，丫头们也不能相处，随我去引荐亭。错就错了，我不愿低头。你真要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要干嘛？我听你的。姨妹妹，我在宴上喝了几杯，那些话你别放在心上。你若生气，我自己掌嘴。别，都是我也乱言了。宝姐姐，潇湘馆花圃得夜来香盛放，随我去赏景。环哥也来，太好了。与此同时的贾宝玉又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引荐亭。姨妹妹已经被浊气所污，但宝姐姐明事理能辨善恶，她这回应该看清了那厮的可恶嘴脸。宝姐姐别原谅林妹妹，我倒要看看那厮怎么办。爷，咱回去吧。我跟宝姐姐同仇敌忾，正要商量此事，明日一起向老祖宗告状，说林妹妹被贾环那厮给蛊惑心智，变得是非不分了，变得。我要这烂石头顶什么用？少爷摔玉了，快去请王夫人过来。姨妹妹，潇湘馆的花很好看呢。没错，环哥你觉得呢？花好看，爱人更好看。环哥，诗作呢？几回花下作吹箫，银汉红墙入望窑。似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哇，好诗好诗，环哥真是太厉害了。姨妹妹，环哥，愿我们3人的友谊长长久久。一定会的。